深夜，一架飞机穿梭在云层之中，乘客们昏昏欲睡，无人注意一道银红色的闪电落入窗外。飞机冲入黑云，机舱顿时陷入黑暗，一声尖叫划破寂静，所有人惊恐睁眼。腰间安全带化作灵活的彩色毒蛇，吐着信子悬在乘客面前，却迟迟未动。怎么回事啊？出声的只是少数。周怡眯眼看着毒蛇，他越是害怕，外表越是镇定。毒蛇被他发间的蛇形发钗吸引，歪头凑近。他转头观察四周，机舱灯光异常明亮，前方传来滑行声，一只纤细的手掀开帘子，走出一位红颜骷髅的空姐。她半张脸血肉模糊，肌理微动，另一半是森森白骨。欢迎各位乘坐送你上天航空，我是本次乘务长，大家可以叫我美人。无人敢直视她的脸。飞机即将停下，请念到名字的乘客有序下机。乘务长拖着一条折断的骷髅腿，分发机票。周怡看着5张机票递出，乘客颤抖接下。发完票，乘务长示意5人跟随，当即有人拒绝。乘务长面无表情，朝那人腰间的蛇微微点头，毒蛇倏地弹起，窗外炸开一朵血肉烟花。拒绝，急死，顺从，或可多活一刻。周怡注意到这5人皆是中年男人。飞机停下，窗外是冒着绿光的航站楼，4人被推下机，舱门砰然关闭，飞机再次起舞。1分钟后，拖行声再度接近，这次是10人，周怡在其中。他展开机票，只有姓名与照片。腰间的蛇不知何时松开了，乘务长领队离开。周怡靠窗而坐，乘务长打量他的衣裳，首次露出笑容。你的衣服真好看。周怡心中一紧，飞机再度停在绿光航站楼前，周怡第一个走向，额头挥手再见。你是第一个跟我讲礼貌的乘客，航站楼很安全，大胆往前走。周怡一怔，舱门一关，请各位乘客拿好行李离开航站楼，前往下一地点。顺着箭头，他们往前走，那声音只提示了一句，便再无声响。绿光通道里安静的可怕，周怡能听见身后牙齿打颤的声音。7拐8拐，到了领取行李的地方，滑道上放着10多个行李箱。这真是我的行李箱。大家陆续拿走了行李，周怡的箱子不小，最后一个到手。他咬牙去提，一只手忽然帮了他，重量比想象中轻。周怡咦了一声，帮忙的是个20来岁的男人，眼神单纯，像个大学生。周怡心中感叹，这社会果然不能没有大学生。谢谢。不客气，我们能不能暂时组队啊？相互也好有个照应。周怡垂眸，原来是打的这个主意。他犹豫片刻，点了点头。等所有人都拿到行李，那个声音再次出现，请各位乘客离开航站楼，去往下一个地点安家酒店。地上出现了绿色箭头。我走了，我要等天亮。她的男朋友求助地看向周围，可大家都避开了他。姐，我们怎么办？我们走吧。去哪里？当然是离开航站楼了。你没听到那个声音提示我们，下一步就是离开吗？他率先往前走，大学生连忙跟上，其他人也陆续移动。只有那女孩仍蹲着，搂着行李箱，满脸泪痕地看着男友。姐姐，他们不走会不会出事？我不知道往前走会遇到什么，不过一个人如果失去了斗志，那结局肯定是永远留在这里。话音刚落，取行李处蓦地冒出浓雾，自后方缓缓逼近那对情侣。男孩回头，你们后面浓雾速度快跑！已近在咫尺，他一把拉起。所有人朝着箭头方向狂奔，脚步声、滑轮声充斥通道。周怡冲在最前，在浓雾触到后背的瞬间，扑出了玻璃。所有人隔着玻璃回望，雾中是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和一双双饿得发绿的眼睛。如果我们晚1秒跑出来，打扮精致的美女后，怕的打了个冷战。下一次想作死也不要拉上别人。这次要不是因为等你们2个，我们也不至于这么狼狈。无人之声，女孩看着玻璃内疯狂拍打的恶鬼，怕得不敢回嘴。这时谁都没发现，前方凭空出现了一家酒店。见他们驻足不前，酒店前台走出来询问：“请问是要住店吗？”周怡抬头，安家酒店，看来目的地就是这里了。大家对视一眼，齐齐走上台阶，前台引领他们进入。另一人站在电脑后等待。请问你们有预定吗？前台笑容甜美，不等回答，他又指着众人脖子上忽然出现的工作牌说：“原来你们是方品广告公司，我们已经为你们预留好了房间。”相互查看，所有人都是一个公司的。业务经理王刚地位最高，其余是秘书、
设计师等职位。请各位出示一下身份证明，我们马上为客人办理入住。大家乖乖拿出身份证，放在前台。流程与现实无异，但每个人都清楚，这酒店绝不寻常。眼前笑容可掬的服务员，也许根本不是人。办理需要时间。经理王刚摸出烟，却想起打火机在行李箱里，脑子一片空白。他急需尼古丁保持清醒。他挤到最前面，对前台说：“麻烦给我一个打火机。”先生，不好意思，前台禁止抽烟，所以我们没有打火机。你们办理入住的手续太慢了，能不能快一点？我们好不容易来到你们这里，现在很想进房间休息。前台脸色微变，热情顿失。王刚被这变化唬住，但见对方并无进一步动作，只当是纸老虎。拿到房卡，分2批乘电梯上4楼。前台虽不满意，仍贴心的将10人安排在同层。周一与大学生房间相连。进门前，大学生说：“如果有问题，大声喊，我一定过来救你。”对上那清澈坚定的目光，周一点头。进房第一件事，周一打开行李箱，里面是他防身的宝贝。他爱穿民族服装，配饰皆内有乾坤，蛇形发钗的舌头能拔出小剑，蝴蝶戒指一转，可抽出3米极细却坚韧的钢丝。这些本是应对现实怀有异心者，未料有此奇遇。他握紧发钗，检查房间与普通客房无异。周一猜不透被安排至此的用意。坐下发呆时，他瞥见桌上机票，除了姓名照片，竟新增了信息。他连忙拿起细读：安家酒店入住须知：第一，请努力存活7天；第二，请做前台最喜欢的客人。机票是关键，会出现离开的线索，必须收好。他忽然想到什么，拿起机票，敲响了隔壁大学生舒媛的房门。舒媛打开门，看到周一扬了扬手中的机票，上面新增的信息让他立刻回房查看。两人对比后，发现增加的规则相同。他们走进房间，关上门。所以只要在这里活过7天就行了。一切小心，走一步看一步吧。周一决定远离人群，避免引火烧身。至于舒媛，他认为至少坦白，不算心眼太多。规则有限，两人并未商量出什么。周一主动分享规则，算是卖个人情。回到房间，周一不敢脱衣，手握钗中剑，只戴蝴蝶戒，开着夜灯躺下。所有客人渐渐沉睡。一缕黑烟从门缝渗入，女鬼悬在周一上方，长发拂过她的脸。女鬼专心吸取着什么。周一脸色逐渐发白，女鬼的模样却微微恢复。这不是黑店，是鬼店。腐臭弥漫，女鬼面目狰狞，双眼如黑洞。她竭力将剑刺向女鬼，却因被吸走力气，手臂酸软。女鬼嗤笑，黑雾涌起，消失不见。周一不敢再睡，靠坐床头，握剑警惕直至天亮。外面天色阴沉，走动声响起。周一洗了把脸，开门查看，其他人也陆续出来，目光交汇，似有话要说。但走廊里工作人员正麻木地打扫，此刻不宜交谈。众人前往餐厅，除周一眼圈发黑，其他人看似休息良好，但脸色都不如之前红润。你还好吧？周一点头，观察他人神情，推测只有自己遇见了女鬼。他犹豫是否要说出来，最终决定暂藏心底。经过前台，工作人员笑容甜美的问好。大厅热闹，许多人坐在沙发上交谈。周一混在人群中观察前台，值班经理忽然笑出声，声音与昨夜女鬼相似。周一立刻忍去，目光被经理察觉。在经理扫视众人的瞬间，周一转头与舒媛说话，自然躲过了视线。周一心里怕得不行，却只能强装镇定。进入餐厅，直到值班经理目光收回，他的后背已全是冷汗。自助早餐很丰盛，周一深知接下来是硬仗，晚上没休息好，白天必须吃饱。其他人胃口不佳，看着他大口吃饭。这姐是不是昨晚吓疯了？舒媛也没胃口。周一看了他一眼，委婉提醒：一个人如果没有力气，那他还有逃跑的力气吗？姐姐，你以前是干嘛的？我觉得你有好多心灵鸡汤。心灵鸡汤说的都是没用的话，我这些不叫心灵鸡汤，这叫人生格言。舒媛连连点头，起身又去拿蛋。吃饱后，他还想偷藏2个，被周一制止。对上他不解的目光，周一无声说了2个字：机票。舒媛立马反应过来，拿着鸡蛋不知如何是好。周一拿过一个剥皮就吃，示意他吃另一个。10人中就他俩吃的最多，其他人没吃却也没走，显然有话要说。我们刚刚已经说好，一会儿在我房间商量，你们也一起过来吧。说完就走。两人离开餐厅前收拾干净桌面，才去王刚房间。他们最晚到，
开门的正是穿高跟鞋的秘书晶晶。小周和小叔来了，快进来吧。所有人都到齐了，大家在这里已经安全度过了一个晚上。我希望你们有什么发现，都不要藏着掖着，只有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王刚见无人开口，便起身拿出机票。这是我的发现，机票上面有了新的信息，只要我们可以安全度过7天，就可以离开这个酒店了。周怡默默观察众人表情，从他们的惊讶反应看，估计都没来得及细看机票，大家心里都有了底，认为只要住满7天就能安全离开。等他们走后，女白领低声说：“昨天晚上我好像看到他把机票丢在脚边了。”周怡不耐烦听这种话，第一个离开房间。至于身边的舒媛，他倒有些看不透。你为什么没有分享机票信息？机票信息是你先发现的，既然你都没有要说的意思，我当然也不会傻到去说。你倒是机灵。大家都把苟7天当成了目标，找信息的事已被抛在脑后。周怡却不愿摆烂，他知道一人力量小，便把舒媛拉到一边，低声告诉他昨晚遇鬼的事。舒媛听完，上下摸摸自己身体，确保没少什么，才松了口气。林华当着王刚的面敲门，里面毫无回应。他看向王刚，王刚却面无表情，径自带其他人下楼了似的。他的意思不言而喻，林华甚至感觉出王刚对他敲门的行为颇为不赞同。此事让林华心寒。我能不能跟着你们？你们放心，不管你们做什么，我都能一起行动，保证不拖后腿。周怡抬眼看了看他，他没有当场表态，而是看向舒媛。舒媛觉得多一人多份力量，自然赞成，朝周怡轻轻点头。我们先去情侣房间看一看吧。舒媛和林华连忙跟上，周怡径直走到了那对情侣的房前。林华看着周怡的背影，心中暗叹。周怡趴在门口，一边敲门一边倾听。2分钟过去，里面毫无动静。里面多半出事了，我去前台想办法开门，你们在这里守着。我跟你去。我有自保的方法，你们等我就行。周怡态度坚决，交代完便往下走。他特意走了安全通道，来到前台。周怡看了一眼工作人员的名牌。这位客人，请问您有什么事吗？昨晚是不是你误入了我的房间？前台脸色忽变，语塞。这时值班经理从办公室走出，使眼色让前台离开。昨晚你说有需要可以找你，这话算数吗？自然是算数的。请问你有什么需要？我有个同事在房里半天没出来，你拿房卡跟我上去看看。你放心，有任何问题我负责。得了保证，值班经理这才拿着房卡跟他上楼。王刚那群人也偷偷跟了上来。房门一开，经理便离开了。周怡正欲进去，王刚却抢先一步踏入，其他人也蜂拥而入。没过多久，惊呼声从房内传来，一群人又仓皇跑出。落在最后的女白领被林华一把拉住，里面死人了。女白领说完便跑回自己房间。周怡走进屋内，情侣2人躺在床上，面色苍白，屋内却无挣扎痕迹。他们怎么死的？周怡和舒媛围着床看，在床单边缘发现黑色脏东西，两人对视一眼，谁都没上手。林华为了表现自己，主动凑过来闻，还摸了一下。怎么样？很像老家冬天烧柴火的味道。你确定吗？就是烧柴火的味道。回房间吧，我有事跟你说。我妈。周怡以大步走出房间，舒媛拉着林华跟上，顺手关上了门。那对情侣是被女鬼吸干精气死的，晚上别睡觉。这是新的规则。周怡点头。白天睡觉没问题吧？我昨天在房间睡了好久。白天可以睡，晚上别上床，这床有问题，睡着就醒不来。林华郑重道谢。你们还有什么安排吗？晚饭后有事要做，愿意可以一起。林华毫不犹豫点头。晚饭时，周怡队伍变成3人，王刚那边剩5个。王刚看见林华和他们站在一起，脸色不悦。他等在电梯前，摸出打火机点的烟，烟刚冒起，头顶消防设施就报警。电梯门开，值班经理阴恻恻走出来，目光停在王刚身上。电梯口不能抽烟。不好意思，没注意。饭后，周怡才带林华走向安全通道。3人上楼，天色渐暗，这里变化比昨天更快。林华还没反应过来，就见黑墙里晃出人影，跌跌撞撞朝他们走来。快跑！他一手拉一个，3人逃命般冲上4楼。撞开通道门的瞬间，黑影不再追来。这是什么情况？这酒店曾发生火灾，在半夜，工作人员无一生还。晚上吸精气的就是他们。有新规则吗？我猜在酒店用火会引起工作人员不满，
如果王刚明天死了，就证实了。那我们要不要提醒他？发现夜晚不能睡觉的规则后，周怡和舒媛的信息又多了一条。与舒媛分享完，周怡已困得直打哈欠。虽不知白天睡觉是否安全，但人不可能7天不眠。舒媛主动提出守着他，周怡觉得可行，便终究扛不住，渐渐睡去。周怡醒来时已是下午2点，他看向桌前那位说好保护他的仁兄，正趴着睡得酣熟，确认白天睡觉无事，周怡松了口气。白天是安全的，你回房睡吧。午饭已错过，晚饭不能再耽误。那我回去了。周怡出门，正欲敲舒媛的门，却迎面碰上秘书晶晶。原来你在房里，怎么没吃午饭？是有新发现吗？周怡面无表情，晶晶自讨没趣，甩了甩头发，乘电梯下楼。周怡拉住舒媛，绕道走向餐厅。规则提示要做前台喜欢的客人，说明前台不可得罪。走楼梯。酒店共8层，除1楼外均为客房。天色渐暗，楼梯也开始一变，洁白墙面泛出乌黑，似泼墨染就，有些黑痕，如手指抹过，5道指印清晰分明。是有东西烧起来了吗？两人快步回到房间，未留意身后墙壁悄然浮现的黑影。那些凌乱指印，该是困于此处之人所留，各自回房。今夜所见，只能天明再议。为保持清醒，周怡取出纸笔记录今日种种。他强撑精神，连床也不敢坐。女鬼如期而至，此番周怡清醒，亲眼目睹全程。先是浓烟自门缝涌入，气味与安全通道内如出一辙，继而黑尘鬼影于雾中渐显，长发拖地，沙沙作响。周怡手握发钗，大胆望向门口。这一看，他心惊肉跳，连鬼影也愣在原地。女鬼大概从未料到房中之人竟醒着。周怡举起持钗的手，朝黑影打了招呼：“你好呀。”黑影一晃，霎时消失，唯余空气中未散的烟味，证明方才并非幻觉。由此，周怡得出结论：唯有睡着，才会被女鬼吸取精气；若不睡，并无惩罚。睡与不睡，本是客人的自由。他似乎摸清了酒店的规则，回想2夜女鬼的反应，一个主意悄然成型。看了看时间，周怡拨通前台电话，如他所料，铃响许久方被接起。您好，前台，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刚才有员工未敲门便擅自进入我房间，你们是否该给个说法？女鬼被撞见后并未灭口，而是慌忙离去。这说明他们同样受规则约束，他们可趁客人沉睡时入室妄为，是因客人未曾察觉。但若被当场抓住，性质便不同了。酒店员工不可随意进入住客房间，这是严重的工作失误。周怡打这通电话，只为试探前台反应。果然，听完叙述，那头陷入长久的沉默。你在听吗？实在抱歉，客人，定是新来员工误以为房间空置，为表歉意，您后续房费全免。您看这样处理可以吗？你有这么大权限？听出他话中怀疑，对方语气微愠。不好意思，您可能误会了，我是值班经理，并非前台员工。经理是吧？那记得提醒你的员工，同样的错误别再犯。好的，对于今晚之事，我代表酒店再次向您致歉。放心，我不会投诉。感谢您的理解，往后有任何需要，请随时联系我。周怡要的正是这句保证，有了值班经理这句话，他便等于多了一层保护。这也说明规则是相对的，既有约束客人的规则，也有限制鬼怪的规则。挂断电话，周怡望向床铺，终于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戴上发钗与戒指，躺到床上，强迫自己尽快入睡，以验证另一条信息。然而白日睡得多，夜里又见了鬼，此刻反倒清醒，只能睁眼直到天明，直至窗外透进晨光，他才缓缓合眼。刚闭上眼，敲门声便将他惊醒。开门一看，是机场里那个发现自己航站楼行李箱惊呼不已的女孩，名叫林华。住我隔壁的那对情侣到现在都没出现，我敲过门，里面一点声音也没有。林华站在门口，已准备好被质问。自入住酒店后，众人便以王刚为首，而周怡昨日当众给王刚难堪，算是彻底得罪了他。周怡和舒媛都没有回答。我们从一架飞机上下来，也算是同伴。林华内心煎熬。我不拦着你，如果你想告诉王刚就去吧，善良无罪。林华深深看了周怡一眼，低声说了抱歉，转身走向王刚的房间。舒媛看见他把其他人也叫了过去。今天真是看走眼了。快回房间吧，晚上别睡着了。天亮，幸存者迎来第3日。周怡刚开门，便见舒媛顶着黑眼圈守在门口。王刚带着那群人趾高气扬的下去了，
而且他还玩着手里的打火机。他没死，不仅没死，而且还非常得意。他跟着一起下去了吗？我一直看着他没出现，是不是？周怡不以为然，径直走到林华房前敲门。门很快开了，林华面色憔悴，眼圈乌黑，精神极差。发生什么事了？林华摇头，不肯说话。行了，确定你平安就行。周怡与舒媛从安全通道下楼。白日里，这里很安全。我们不等他了吗？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决定负责。你若想跟他一队，我不拦着。到了餐厅，林华果然没来。年轻人还是不要太自信了，别以为藏着掖着就能活下去。王刚说完，油钱不足，竟从口袋掏出烟和打火机。周怡瞥见餐厅墙上禁止吸烟的警示，心知他在作死，低声催促舒媛：“快吃！”舒媛咽下最后一口豆浆时，周怡看见值班经理正朝里走来，目光阴毒地盯向王刚。他心中暗道不好，拉着舒媛就往外走。和值班经理擦肩而过时，周怡浑身的鸡皮疙瘩都冒起来了。王刚还瘫在椅子上抽烟。这位客人，餐厅不允许抽烟。值班经理直接飘到了王刚身边，其他人连忙躲开。王刚睁眼一看，值班经理早已变了模样，浑身冒着黑气，皮肤如黑炭，只有零星几块好评，对比之下更显恐怖。餐厅里其他客人却视若无睹，依旧吃饭喝茶。王刚手一抖，烟头落地，在值班经理的注视下，他动弹不得，眼睁睁看着火苗从脚底窜起，将他整个人吞没。最后一声惨叫，王刚烧成了黑炭。门口，周怡和舒媛不敢停留，这是工作人员第一次当众杀人。周怡的猜测被证实了，酒店里绝不允许出现火种。今天是第3天，已死3人。王刚的队伍散了。午饭时，2个中年男人一队，林华、晶晶和女白领抱成一团。林华频频看向周怡，周怡无动于衷。刚回房，有人敲门，是林华3人。舒媛也探头看。怎么了？人多力量大，你是否愿意让我们加入？既然你认定自己有能力，何必跟我一起？女白领语塞。分开行动，或许能找到更多规则，能否共享？可以交换。共享。昨晚他间接共享2条规则，什么好处都没有。退一步，已是仁至义尽。林华没再纠缠，拉着2人回房。周怡睡不着，拿纸笔写话。已死3人，新规则也已发现，一切看似顺利。可他心里那根弦始终紧绷，剩下的4天绝不会这么容易。到底忽略了什么？他想不出。林华3人趁白天走遍酒店，画了分布图。他画了3份，2份自留，1份给了周怡。那天晚上，过去不提，只看眼下和将来，还有4天。死亡陷阱不知有多少，我们要做的就是了解酒店，避开每一个致死可能。林华眼眶含泪，抓紧周怡的胳膊。谢谢。周怡看着地形图，想起安全通道的墙壁，忽然有了冲动。他要找出所有逃生通道。他召集了所有人，大家帮忙，把值班经理和前台引开，给我拖延时间。周怡一切都准备好了。前台办公室是密码锁，他为了看清密码，没事就去旁边的沙发坐着，看似发呆，实则寻找机会。自从亲眼目睹王刚的死后，大家终于明白这家酒店没有那么简单。他们想要活下去，却无从下手。现在周怡主动找上他们，自然无人拒绝。周怡躲在1楼卫生间，听着前台的电话声响个不停，心里暗暗点赞。在强烈的求生意志下，大家都认真起来了。直到电话响许久也没人接，周怡确定2个工作人员已经上楼。他快速走出卫生间，做贼般看了一眼大厅，确定无人后，按下密码，溜进了办公室。办公室里东西很多，周怡时间有限，大体扫过后，重点放在了办公桌上。墙上挂着日历，周怡不知道今天是几号，却看到一个日期被红笔圈上。他在一堆资料里翻找许久，发现其中夹着一张报纸。酒店的办公资料里怎么可能放报纸？别看了，快走。周怡跟着林华跑出办公室时，不忘把报纸卷成一团，塞进衣服藏好。酒店分布图已全在他俩脑中。值班经理察觉到不对劲往下走时，他们已从安全通道跑到了4楼。要不我换个房间吧，我可以和同事睡一起。前台做鬼也没想到自己还有通马桶的一天，关键还通不开。他的工作是为客人解决所有问题，但这马桶暂时修不好呢。实在不好意思，如果马桶修好了，我会电话通知您搬回来。女白领点点头，
在前台注视下收拾行李，转身去了林花房间。一旁的晶晶脸色难看，本来他们3人一队，现在另2人住一起，这不是排斥他吗？想到这里，晶晶不免后悔没同意大家的安排。原本是让他房间的马桶堵塞，但他怕脏，没同意。周怡出手必有回响，他们可不能白忙活。我还没来得及看，不过这报纸藏得特别隐秘，想来有非常重要的信息。看完以后，我们再想办法放回去。还要放回去？周怡没搭理他，把报纸摊开放在桌上，让大家先看。这一看不要紧，报纸上果然有至关重要的信息。打开报纸，一行巨大的字体写着：安家酒店半夜失火，无一生还。这报纸说明了一件事，周怡的猜测是正确的，因为担心隔墙有耳，大家只能指着报纸打哑。从疏远手舞足蹈的动作来看，他的震惊也不小。接着往下看，是新闻的具体情况，酒店发生火灾的日期、时间以及无一生还的原因。周怡看了一眼那个日期，再回想起办公室挂历上圈起的时间，两者对上，所以他的猜测没错，这酒店是一个时间的循环，从入住开始计算，只要住到火灾发生的那一天，逃出去就算成功。不过这里有个让周怡困惑的地方，今天是几号？看来火灾就是我们要面对的最后一关。而且按照新闻上所说，那个客人会把所有的逃生路都锁死。大家觉得应该怎么办？找出那个客人，不给他放火的机会。大家纷纷赞同，认为这能从根源上解决问题。那位客人已经受到了惩罚，所以火灾会重演，也许根本不需要他走一遍过场。那你说，我们应该抓住的重点是什么？我猜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时间循环，所以不管怎样，火灾都会发生。按理说，我们的结局会像那些无辜客人一样，被烧死、闷死在这酒店里。那个放火的客人最后逃了出去，因为他留有一把钥匙作为自己最后的生路。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找到这把钥匙，确定他能打开哪道门。我的想法跟林华一样，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要留意那个放火的客人，说不定可以从他身上发现钥匙的线索。你说的对，酒店太大了，一把小小的钥匙随便放在哪里都不会被人发现。办公室有日历，上面圈起来的时间跟新闻上发生火灾的时间一致。这个细节说明这里的一切都是循环的，而且前台早就知晓。那今天是几号？可是机票上面写了住7天就可以离开，按照我们入住的那一晚开始计算，应该还有3个晚上吧。如果能够知道整件事发生的所有时间点就好了。能够找到新闻已经不易，如果把所有信息都暴露出来，那我们还玩什么？虽然他话说的难听，却是事实。找钥匙是枯燥的，等待也是无聊的。疏远3人在休息区大眼瞪小眼，自然引起了前台注意。前台有意无意过来打探，都被机灵的疏远混过去了。一个午饭后，周怡和晶晶在大厅假寐，前台忽然出现一阵骚动。找到大家后，让他们守在每层楼的安全通道，目标人物已经出现，接下来需要确定他的房间具体在哪里。晶晶知道这件事重要，没有争论。他离开后，周怡悄然找了个更隐蔽且靠近前台的地方。其他客人对争吵充耳不闻，周怡混迹其中，没被发现。争吵在继续，周怡看清了找事客人的脸，和报纸上的照片一模一样，就是纵火犯。最后在值班经理的帮助下，客人被哄上了楼。客人乘电梯去了4楼，周怡当即从安全通道往上跑。403，还剩下最后一晚，想要活着就别丧气。今晚是成败的关键。有人守在4楼观察客人动向，有人守在大厅看着前台。但事情发展的比周怡计划中更快。那个客人今天进房后就没再出来，可是在楼层里巡逻的周怡还是发现了火苗。起初只是小火苗，可到了最后，整栋楼已被熊熊大火包围。这火来势汹汹，仿佛是冲着酒店的7个活人而来。周怡在混乱中和同伴走散，他没有忘记最重要的是钥匙。在所有人往下跑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反方向而行。他暴力打开了那个客人的房间，里面是已烧成焦炭的尸体。周怡在他身上找到了钥匙，也许是他还没来得及藏起来。周怡一手拿着钥匙，另一只手拖着行李箱。进入酒店带的东西，离开时一样都不能少。推开4楼安全通道的大门，里面果然堵满了黑乎乎的影子。他们伸着双手，想要把一切活的生命都留下。姐姐别怕，
我们来了。他挥动着手里的扫把，带着林华专门上来接周怡。三个人突破艰难险阻，终于挣脱了鬼影，来到了1楼大厅。在其他人的灼灼目光中，周怡拿出钥匙，让他们去试。我说上去救人的时候，一个都不吱声，现在拿钥匙倒是要紧。他们还没找到门吗？我去看看。你们站在这里不要动。周怡把行李箱交给舒媛，凭着记忆一扇扇门寻找其他人。林华强迫自己放松，放开了周怡，转而抓住舒媛有力的胳膊。你们都要留下，都得死。周怡拔下桃木发钗，就朝值班经理插去，扭打在一起，为其他人争取时间。阴差阳错，这发钗竟有曲折一线，即刻有前台。去开厨房的门。厨房有没有去过？我脚崴了，你去吧。生路一定在后厨，你扶着他过去，我在门口等你们。说完便跑出去，拉上一直在原地等待的舒媛和林华。钥匙插入后厨门的瞬间，所有的火与浓烟消失了。欣喜还未涌上，不再被限制的鬼影便从安全通道冲出，直扑而来。再不离开，就永远留在这里了。他负责断后。踏出门第一步时，他回望了一眼。随着客人离开，烧成废墟的酒店恢复如初，静静等待下一批入住者。再睁眼，乘务长的脸出现在眼前，他腰间毒蛇安全带盘绕着。乘务长飘到机舱中间，缓缓开口：欢迎各位通过了第1关，接下来我将宣布本次航行的所有规则。可能大家认为早点说清规则就不会死那么多人，连第1关都不能通过的废物没有资格了解我们航班的规则。飞机已进入另一个空间，报警求助皆是无用，每通过1关可获得积分，用于机上消费和道具升级，详情可见机票。周怡忙在身上翻找机票，行李箱不见了，机票也不知所踪。腰间的毒蛇忽然从他背后卷出一张纸，正是机票。你真是一个小可爱。毒蛇优雅地吐了吐蛇信。我知道大家想离开，只要游戏币达到1万个，就可以换取返回现实世界的门票。另外，我这里还有各种道具，可用游戏币交换。通过通关获得游戏币。这世界的主导者是把人命当成随意玩弄的存在，大家都沉浸在1万个游戏币就能够离开的好消息中。这1万说多不多，说少不少。就像周怡这样，第1关获得20个游戏币的人都是少数。乘务长已经开始发放餐单了，周怡还没伸手拿，他腰间的小蛇就已经用长长的蛇尾卷着餐单送到了他的手里。看来你们关系挺好。他有名字吗？没有。那他咬人吗？如果你不违抗我的安排，他就不会出手。乘务长顺着过道继续发送餐单，面对其他人，他的态度高傲冷漠。周怡这边，他和小蛇已经开始看菜单了。周怡来了兴致，想到自己在这里无依无靠，身旁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干脆把小蛇当成了一个可以倾诉的对象。首先要给小蛇取一个名字。看你身上花花绿绿的还挺好看，就叫你彩虹吧。小蛇的名字就是这么随意，可是他自己非常满意。之后只要周怡叫彩虹，他就会竖着身子，把小小的脑袋贴在周怡的脸上蹭一蹭。周怡把打成蝴蝶结的彩虹放在腿上，然后继续翻看餐单。首先是机位费，每个人每天1个游戏币，如果游戏币不足，乘客会被强制送出机舱。座位也可以升级，目前周怡坐的是最便宜的，所以每天只需要1个游戏币。周怡从上到下扫了一遍菜单，最后要了1个馒头配开水，就这个最便宜的套餐也需要1个游戏币。再加上今天周怡打算休息1天，所以第1笔消费一共是2个游戏币，还剩下18个。1个馒头下肚，再加上1杯热水，周怡才感觉自己肚子暖烘烘的。轻轻拍拍彩虹的脑袋，周怡酣然入睡。在他睡着的时候，彩虹就像忠诚的保镖一样，昂着头守在他的身边。等他睡醒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乘务长笑着问他需不需要吃饭。照例要1个馒头套餐。吃完以后，周怡想起机票上面写到道具，拔下头上的蛇形发钗，仔细研究着。他抚摸着发钗，忽然发现原本是桃脂材料的眼睛，现在变成了一对红色的石榴石。因为周怡在安家酒店表现好，所以系统直接把普通的发钗变成了道具。目前发钗是1级道具，作用就是驱赶邪祟，只是驱赶而已。周怡深知作用不大。询问升级的流程。1级升2级需要10个游戏币，升级以后发钗里面的小剑就可以伤到邪祟了。至于力量有多大，需要你试一试才知道了。所以从1级到2级，功能就是从驱赶变成了可伤害，听起来还是挺靠谱的。虽然周怡的游戏币不多，但是他大手一挥，十分豪气的给发钗升到了2级。
发钗的外表没有变化，至于到底能够发挥出多少功效，还需要周姨去抓个鬼也试一试。在现实生活中，周姨也有在乎的家人，所以为了他们，她也要拿到1万个游戏币。想要拿到1万个游戏币，必须不停动。周姨决定再休息一晚就下飞机。吃完白馒头套餐，她看了一眼机票，只剩下6个游戏币。准备好了吗？周姨点头，把机票放进口袋，拍拍彩虹的脑袋。我很快就回来，你在这里乖乖等我。彩虹摇摇尾巴，盘在座位上。按照上一关的经验，他要先拿行李箱，再快速离开航站了。这一次，他打算争分夺秒。走错了，走错了。周一没停，声音忽然生出一个浓雾追上来，缠住他的脚，使劲一拉，他整个人往前扑去，跌坐在地。凉意从屁股传来，3道目光投向他。周一愣愣坐在地上，看清自己竟在地铁8号车厢，车厢里算上他一共5人。地上不凉吗？周一尴尬的笑笑，借力起身坐回长椅。你是乘客吗？周一本想装傻摇头。你不用骗我，只要是道具我就认识，我们都是女人，我才主动跟你搭话，你能不能别装傻？啊！周怡仍不成。萝莉女孩拂袖而去，皮鞋哒哒作响，一声轻笑传来。周怡看去，是个灰白头发的年轻男人。萝莉女孩立刻站到他面前，叉腰质问：“你什么意思？”男人只瞥她一眼，女孩便如坠冰渊，灰溜溜坐了回去。车厢陷入安静。周怡搂着扶手杆，默默观察。灰白发最危险，萝莉女孩脾气也不好，另一个是强壮的中年男人，最后一个是孕妇。那肚子突出至少5、6个月了，连孕妇都拉进来，太不人道。周怡心中愤慨，孕妇太安静了，像毫无存在感，始终没抬头，冷静的像 NPC。周怡掏出机票，侧身挡住视线查看。这次规则简单，地铁每停一站会上来数，通过互动游戏判断谁是杀手，投票决定，猜对则无人死，猜错则杀手随机杀人，共5站，猜5次。看似简单，可投票会得罪人，就算躲过一战，后面未必幸运。这世界处处是坑。地铁缓缓前行，周一手心出汗，车厢两头望去，看不到尽头。地铁第一次暂停，门猛地打开，周一调整呼吸，观察他。只有孕妇皱了皱眉，双手捧着肚子，这反应只证明她是真孕妇。外面漆黑一片，良久无人上车。就在门要关上时，一个像猴子似的人突然窜进来，大口喘气。周怡在心里叫他猴子。猴子走进8号车厢，最后坐在了萝莉女孩旁边。美女，组个队呗。萝莉女孩嘴角挂着冷意。美女，你在哪个航班？要不我们组个队吧。猴子的脑袋越贴越近。周怡看着那萝莉女孩的脸越来越黑。地铁里忽然传出了浑厚的男性声音。第一关游戏开始，请各位乘客做好准备。本次游戏的主题是真心话，希望你们可以抓住机会，从中找到有关杀手的线索。猴子走到过道中间大喊：快点开始游戏吧！在这里浪费时间，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是饿死而已。早点玩完，早点结束。周怡感觉这猴子应该是老手了。中年男人接着说道：既然游戏的主题是真心话，我建议每个人说一段话，先让大家对自己的来历有个初步的了解。既然是我提出的建议，那就从我开始吧。我叫秦树，是华国北方人，因为乘坐深夜航空误入这里，我只想要活着回家，我不是杀手。我以前是个小偷，只能小打小闹的赚点钱，后来跟了一个大哥，计划着要劫机，没想到还没行动就来到了这里。我很喜欢这里，它实在太美妙了，我在这里可以为所欲为。周怡感觉这个猴子像是从精神病院里跑出来的，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好人，不能跟他扯上联系。大家看向灰白头发的年轻男人。你是哑巴吗？真是白瞎了这张脸。他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想要去触碰，结果下一秒，男人直接抓住猴子的手腕，一只手就把猴子按在地上。解决完了猴子，男人冷冷地说道：我叫白杨。白杨松开手，一脚把猴子踢到了那头。周怡内心羡慕地看向白杨的手和脚。猴子爬起来，霸占了一个座位躺下。男人们都说完了，接下来轮到女人。周怡、孕妇和萝莉女孩相互看了一眼。我叫罗美丽，乘坐夜班航空去参加一个活动，结果误入这个地方。我叫周怡，我不是杀手。萝莉听完噗呲笑出声。白杨也看了周怡一眼，
还剩下孕妇。我叫卞小云，我也不是杀手。所有人都自我介绍了一遍，其中秦树和罗美丽的说辞一样，周怡和孕妇卞小云的说辞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冷漠的白羊和精神不正常的猴子。秦树正要再次提议，机械声响起，真心话游戏结束，请各位尽快选出谁是杀手。3分钟后灯光关闭，请做好准备。机械声再次提醒，还有最后1分钟。时间快到了，既然你们都不说，那我可就开口了。我认为他是杀手，你们谁见过他这样身手的人？我自小接触警察，最厉害的也比不上他。猴子看着大家沉默，加大猛力。不听我的，你们一定会后悔。他会把我们杀得片甲不留。时间到，第一战判定白羊为杀手。一声惨叫，是猴子的声音。他死了。周怡默默靠近猴子的尸体。他都已经死了，你竟然还想要捡漏拿他的道具，真够恶心的。周怡愣住了，罗美丽在不经意间又暴露了一个细节：乘客死后，道具可被占为己有。那活着的时候呢？能抢吗？他强忍恶心，在猴子身上翻找。罗美丽提醒了他道具的事，可猴子身上除了衣服什么都没有，这不对劲。你以前是干法医的吧？你3番2次打断我，是怕我发现什么吗？你怀疑我杀了他？再大胆点，我不是怀疑，我肯定你就是杀手。周怡的冷静与罗美丽的激动对比鲜明，其余3人不禁思索起来。这时地铁停下，门外一片漆黑，黑暗中传来声响。一个穿红色旗袍、踩高跟鞋的女人优雅上车，她不愿与人同坐，便走向猴子尸体对面，轻轻按着旗袍下摆坐下。你老看着我干什么？我好色，看到美人就挪不开眼，别介意。我叫曼曼，你叫什么？周怡。黑暗中又冲进一人，他刚踏进车厢，门迅速关上。来的是个学生模样的男孩，未成年的样子。第2关游戏开始，主题是猫捉老鼠，每人闭眼轮流当猫，抓到老鼠后可任意问老鼠一个问题。那从谁开始当猫？从我开始吧，我年龄最大，后面按年龄轮流，有意见吗？这里没东西遮掩，我可信不过某些人的人品。小妹，他说你吗？只要不瞎，都看得出来。游戏开始吧，说不定有时间限制，得抓紧找杀手。他闭上眼睛，曼曼忽然解下手腕发带，递给他。用这个遮掩吧。曼曼姿态优雅。车厢不过长方形，座位略作遮掩。卞小云被从角落揪出。抓到你了。卞小云轻叹。弗兰坐下。你问吧。曼曼直接道。你杀过人吗？卞小云一怔，神色悲伤。杀过。众人默然。同样答案，2人皆称杀过，是双杀手。曼曼玩味一笑，扬发带。下一个。白羊接过，蒙眼时亦嗅到香气，却未声张。红发带衬灰白发，令人难以视线。罗美丽痴痴看他，30秒便逮住男学生。男学生呻吟：“哥，太快了。”慢慢抢回发带，可不能形容男人快。白羊清冷问：“你杀过人吗？”男学生愣后，干脆道：“杀过。”周一看他天真模样，难辨真假。机械因为要求必须说真话，3人答案一致，是混淆视听。白羊无反应，归坐。慢慢走至周怡前：“你年龄不小，这次当猫吧。”周怡伸手接：“我不信你，亲自谋。”说罢，绕后：“既然想伺候我，那就蒙吧。”慢慢为他系带，悄然退开。周怡静坐，未立即动手。他方才从慢慢眼中看出有话，才做此姿态。可慢慢未言，只在他颈上轻点3下。3下，3人。周怡回想慢慢抓人细节，顿时明了。准备好了吗？游戏开始。静坐时，他不仅在猜慢慢，亦在听众人动静。论听力，他数1数2。他已记下美人不生于躲避习惯，于是他与慢慢暗合，表面追慢慢，实则引某人入坑。慢慢引他至某处，周怡故作抓空，方转目标。某人已放松警惕，慢慢姿态优雅。车厢不过长方形，座位略作遮掩。卞小云被从角落揪出。抓到你了。卞小云轻叹，
弗兰坐下，你问吧。曼曼直接道：“你杀过人吗？”卞小云一怔，神色悲伤。杀过。众人默然。同样答案，两人皆称杀过，是双杀手。曼曼玩味一笑，扬发带。下一个。白羊接过，蒙眼时亦嗅到香气，却未声张。红发带衬灰白发，令人难以视线。罗美丽痴痴看他，30秒便逮住男学生。哥，太快了！曼曼抢回发带，可不能形容男人快。白羊清冷问：“你杀过人吗？”男学生愣后，干脆道：“杀过。”周一看他天真模样，难辨真假。机械因为要求必须说真话。三人答案一致，是混淆视听。白羊无反应，归坐。慢慢走至周一前。你年龄不小，这次当猫吧。周一伸手接。我不信你亲自谋。说罢，绕后。既然想伺候我，那就萌吧。慢慢为他系带，悄然退开。周一静坐，未立即动手。他方才从曼曼眼中看出有话，才做此姿态。可曼曼未言，只在他颈上轻点3下，3下，3人。周一回想曼曼抓人细节，顿时明了。准备好了吗？游戏开始。静坐时，他不仅在猜曼曼意，亦在听众人动静。论听力，他数1数2。他已记下美人不生于躲避习惯，于是他与曼曼暗合，表面追曼曼，实则引某人入坑。曼曼引他至某处，周一步作抓空，方转目标。某人已放松警惕，周一做足了准备，所以出手不落空。你杀过人吗？你们是不是有毛病啊？都用同样的问题。又没有规定不许用一个问题，我们可是都回答了。你快点说吧，游戏时间有限，别浪费在发脾气上面。脾气上面。没有。你满意了吧？我有什么满不满意的？这不是被游戏给逼的吗？罗美丽用夹子音对众人说。游戏开始了。罗美丽扯下发带，昂着头用鼻孔看曼曼。你是老鼠了。曼曼第一次冷脸。该我问问题了，你是不是杀手？我是。你好，我肚子不太方便，可以请你给我蒙上眼睛吗？当然可以，你先坐下吧。这游戏就是走个过场，你不要学我们动作这么大，一切以肚子为主。曼曼使坏，轻轻咳嗽了一下。抱歉啊。卞小云只知道自己抓到了人，所以取下发带，结果看到一脸无辜的周怡，也傻眼。不好意思啊。没事，你快问吧，问完了就可以去休息了。卞小云知道周怡关心自己，便不打算问尖锐问题。你是杀手吗？他小心翼翼，生怕周怡多想。周怡毫不犹豫回答：我是。他掷地有声，罗美丽瞬间脸黑。游戏继续，轮到最后一个男学生，他蒙上发带，不时用假动作吓唬人。曼曼眼神冰冷，终于离开座位。男学生快速出手，抓住了最后一只小老鼠，笑着扯下眼罩。你是杀手吗？小老鼠罗美丽面色不愉。我不是。话音一落，机械的声音出现。游戏结束，请在1分钟之内选出谁是杀手。我投罗美丽一票。我投罗美丽一票。我投罗美丽一票。罗美丽惊慌失措。你才是真的杀手。从你上地铁开始就针对我，是不是打算拉我下水给你自己垫背？大家不要相信他。我投他1票，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扭转局面。我投罗美丽1票。罗美丽脸色煞白，以4票当选杀手。灯光关闭。1分钟后，车厢恢复。罗美丽脸色极度难看。找到真杀手后，行驶中的地铁门忽然打开。恭喜你们回答正确，请杀手离开车厢。罗美丽紧抱栏杆，荧光冲破黑暗进入车厢，缠绕住她。她用光道具也无法击退。最后她抛出遗物，青春的脸变为破相难看的脸，荧光里出现一只眼睛。我的脸。她主动跳下车厢，车门关闭，外面传来被压烂的声音。地铁前行，车厢剩下6人。故事的女主角名字叫罗美丽，她长相平庸，却喜欢上了一个外表帅气的男孩子。男孩子只爱美女，所以对罗美丽的真心告白嗤之以鼻，甚至还拉来了自己的新女朋友羞辱她。他们把罗美丽关在了放杂物的屋子里，谁知道一个没有熄灭的烟头彻底毁了罗美丽。从此以后，
他对外表帅气的男人就有势在必得的执念，对长相美丽的女人则是发自内心的厌恶。你这么清楚，是发带告诉你的吧？不过一个小道具而已，被我亲手蒙眼的人，发带便会失效。地铁停下，这次上来的3人中，2个年轻人紧握着手，让周一想起安家酒店的情侣。他们身后跟着一位拄拐杖的银发老人，彼此相距甚远，并非同行。老人上车后，门迅速关闭。本次游戏主题为成语接龙，共3轮，每轮输者自动判定为杀手。若3轮产生3名杀手，则举手投票，票高者当选。大家是否坐近些，方便进行游戏？同意。苏苏似乎不情愿，余杭哄了半天，才被他拉来秦树这派。既然坐定，那就开始。尊老爱幼，从李老开始，逆时针进行，有意见吗？苏苏不满，他和余杭在最后觉得吃亏。谁第一都一样，从余杭开始吧，我最后。开始吧。两全其美，美女簪花，花貌捧心，心挂两头，头重脚轻。第1轮很快结束，输家是苏苏，他超过5秒未能接上，气氛紧张起来。第2轮开始，反应时限已缩短至5秒。第2轮他输了，成为第2个杀手。还剩最后1轮，速战速决。最后1轮从李老开始吧。还剩最后1轮，速战速决。最后1轮从李老开始吧。鼠目寸光。余杭当即听出李老在暗讽他与苏苏，脸色难看，却无法反驳。第3轮进行的最快，无人愿成输家，彼此毫不相让，不到1分钟便告终结。第3轮游戏抉择出来的杀手是苏苏，所以不需要投票换届了。现在只需要等到关灯，就知道苏苏是不是真正的杀手。余杭紧紧握住的手，应该是非常相信他的。已确定杀手名字，请做好准备，马上关灯。机械的声音刚刚说完，车厢内的灯就关上。周怡早就知道这游戏是什么尿性，发钗紧紧握在手里。这1分钟过得无比漫长，周怡不敢伸手乱动，仔细听着周围的声音。有打刀的声音就说明杀手不是苏苏，所以不知对手是谁，这才是最可怕的地方。忽然灯光乍亮，周怡低头一看，脚边躺着的尸体是余杭。他立马看向苏苏，苏苏浑身是血，靠在栏杆上面，眼里全是绝望。余杭死了，证明苏苏不是杀手，可杀手究竟是谁呢？周怡看着余杭的尸体，忽然就想通了。这个游戏并不是为了让他们找出什么杀手，反正不管杀手是谁，每一个车站都必须死1个人。那个机械的声音是想让他们自相残杀，所以出的主题和找出杀手完全没有关系。这个车站的游戏已经结束了，隐藏在乘客中的杀手还没有暴露出任何蛛丝马迹。地铁还在前行，气氛却因为死了1个余杭而开始沉重。也许是察觉到大家低沉的心情，所以地铁很快就停下了。这一次上来了4个人，再加上车厢里面活着的，目前一共有12个人了。在12个人里找出1个杀手，难度又加大了。秦树麻木地介绍了游戏规则，这一次他连自我介绍都忽略，反正大家难逃一死。机械声音那边就开始往下接着说了。本次游戏的主题是石头剪刀布，所有人必须参加，不加入者视为放弃，后果自负。最后的赢家可以选择1个对象判定为杀手。游戏开始，请乘客起身。这次的游戏更加干脆，完全靠运气和眼力了。大家陆续起身，只有苏苏搂着余杭，好像跟大家不在一个世界了一样。大家陆续起身，只有苏苏搂着余杭，好像跟大家不在一个世界了一样。那个声音说过，所有人必须参加，如果有人不参与，后果是针对个人还是一群人，谁都不清楚。你想死没关系，你别拖我们下水，要死也要玩完这把游戏再死。这不满实际上不是针对已经濒临崩溃的苏苏，而是对那个只闻其声的存在。大家在一旁看着。我不要玩游戏了，我不玩了。苏苏泪流满面，痛苦大喊，可是秦树充耳不闻。周怡有些不忍心，最后在秦树的努力下，苏苏被迫坐在了大家站好的圈子边上。他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秦树已经迫不及待招呼大家开始游戏了。伴随着秦树的指挥，数3下以后，大家同时伸手，12个人出了3个手势，所以这一次没有输赢。周怡看了一眼苏苏，他拳头紧握。第1轮出的就是拳头。第2轮开始了，苏苏还是出的拳头，他一言不发，和其他站着的人完全不同，就像一具没有生气的灵魂一样。第2轮还是没有分出胜负，可是所有人都发现了苏苏的习惯，所以在第3轮的时候，他们同时出步，直接把苏苏淘汰出局。苏苏就跟游魂一样，亦步亦趋地走到余杭的尸体旁边，然后继续搂着他的尸体。大家默契地选择忽略他们，继续11个人的游戏。其实谁赢在最后并不重要，恐怕在场只有真正的杀手才会在乎这场游戏的输赢。周怡一边算计着大家都出手习惯，一边注意着到底谁是最认真的一个。在玩了10几轮以后，最后只剩下了周怡、白羊和曼曼。周怡能够想到的事情，其他人也一定可以想到，所以他立马决定输掉游戏，否则自己会成为怀疑的对象。最后一轮，
周怡和白羊同时出了剪刀，而曼曼出了拳头，所以曼曼是最后的赢家。曼曼赢了比赛，没有表现出特别高兴的样子，反而是目光在所有人身上来回转，那些凭运气玩的早就淘汰了。时间紧张，不要浪费机会，你就说一个你认为几率最大的人吧。曼曼的脸上第一次露出纠结的神情，她来回踱步，高跟鞋哒哒哒的踩在地面上，每一步都踩到了大家的心里。她想了太久，最后周怡都忍不住拉了她的衣服提醒：抓紧时间，那玩意儿说不定随时喊停。曼曼都开始后悔自己执着的玩到最后了。一向争强好胜的她，没想到也能吃亏。最后，她把目光落在了最远处的苏苏身上。我选他。秦树不太支持，因为抢一把已经验证过苏苏不是杀手了，不然余杭也不可能死。谁能保证杀手的身份是不会在我们之间来回跳跃的呢？曼曼的话让所有人开始思考。周怡盯着他的发带，好像察觉到了什么。既然游戏最后的玩家是曼曼，那他做出的选择就会被机械声音认可。所以即使其他人有不同的意见，也来不及改变了。杀手身份已确定，请做好准备，即将关灯。每次关灯，大家都特别紧张，因为自己也处在不可控的危险当中。周怡一边在心里默默倒数，一边听着周遭所有的声音。这一次没有激烈的打斗，反而验证了曼曼之前说的话是正确的。杀手的身份的确是来回转变的，也许上一个车站是其他人，到了下一个车站以后，杀手的头衔就会落到其他人身上了。曼曼到底是怎么确定这件事的？只有两种可能。第一是因为她的发带被其中一个杀手罗美丽戴。曼曼说过发带这个道具的作用是看透人心，所以有关杀手的秘密，说不定她早就通过发带了解了。第二个可能就是曼曼曾经当过杀手。第一个车站猴子指证白羊是杀手，结果猴子死；第二个车站指证罗美丽是杀手，验证成功；第三个车站苏苏玩游戏失败，默认为是杀手，结果猴子死。假如这个假设成立，那杀害余杭的就是曼曼。周怡感觉自己整个人都像掉进了冰窟窿里，上一秒还在自己身边说说笑笑的，下一秒就会成为杀害无辜的凶手，这让他无法接受。灯光亮起，周怡看了一眼车厢，无一人死，说明曼曼蒙对。说明曼曼蒙对。果然一个车站就有可能会换一个杀手，这是一个新发现。你别忘了，还剩下最后一站了，发现这个也没什么用。男学生听到这话，立马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车门已经打开，荧光触手朝着苏苏飞了过去。不过在被触手甩出车厢之前，他紧紧抱着余杭的尸体。最后这对情侣就像连体婴儿被甩出了车厢。周怡忽然意识到，他们想要活着离开这个问题，是用滑轮底下无数的尸体的堆积出来的生命。虽然他还活着，可是却感觉到了深深的绝望。这绝望不会让他失去求生的意志，但对他的精神却是极大的打击。或许这就是死亡地铁存在的真正意义。死多少人不重要，反正活着的人除了感到庆幸之外，内心的愧疚也是巨大且无法弥补的。他们就像提线木偶一样，被安排到各种戏里，除了完成提线人对他们的指挥，什么都做不了。他们无法反抗那神秘的力量，只能低头无助前行。地铁继续前行，还剩下最后一个车站。目前车上还有11个人。这一次地铁前行了很久都没有停下，好像在准备什么大招一样。只有周怡知道原因，因为他被选中成为下一个车站的杀手。周怡，你好，我是本次死亡地铁的司机。你就是那个神龙见首不见尾，让我们自相残杀的人。准确来说，我并不是一个人，我是无形的存在。这个地铁上每个角落我都可能存在。你想做什么？我要正式通知你，通过我对你在前4关的表现，我觉得你非常有趣。这个游戏被你们玩得太无聊了，所以我想做个实验。你想怎么玩？恭喜你成为了下一个车站的杀手。目前一共有3个选项供你选择。第一，成为隐藏在乘客中的杀手，在关灯以后杀死一个人。第二，直接暴露你是杀手的身份，牺牲自己成全他人。第三，找出藏在乘客中的我，只要杀死我，所有人都有活下去的可能。每个成为杀手的人都要面对这个抉择吗？是的。司机似乎对周怡很有耐心，所以慢慢给他解释这个地铁存在的意义。他就是想看看这世上到底是自私的人多一点，还是大公无私的人多一点。
就为了弄清楚这个，他创建了这个地铁，通过游戏让乘客自相残杀。在这漫长的时间隧道中，他已经看腻了杀手杀乘客的把戏，期待着能有人跟他玩个游戏。你做出选择了吗？我选第3个。你居然选第3，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期待你的表现，我会好好盯着你的。我要看着你绝望无助，被众人背叛。时间一到，必须死一个人。如果你没有找到我，死的就是你自己。你以为他们会念你的好吗？我都能看到他们迫不及待把你推出地铁的样子了。你是不是活着的时候被人背叛了？所以现在就特别想要看到所有人跟你一个下场啊！别想打听我的事，反正大家下场都一样。地铁停下，上来了5个人。司机宣布第5站的规则。各位乘客，最后一站我们玩一个新游戏，那就是找到我。我给你们1个小时的时间，如果没有找到，除了杀手以外，其他人都可以安全离开这个地铁。谁是杀手？周怡，游戏开始，屏幕上面有倒计时，我已经藏好了，你们快点来找我吧。你真的是杀手？他给了我3个选择，要么隐藏起来，玩完游戏随便杀个人，要么就是他藏起来，我找出来的话，那就不用有人死亡了。所以我选了第2个。我不知道司机藏在哪里，我为了自己活下来，为了不让其他人死，所以才选择这个游戏。所以如果大家不配合我的话，那很抱歉，我手里这根发钗不是吃素的。车厢屏幕亮起，1小时倒计时开始。周怡，你放心，我站在你这边，谁要是敢不配合，我也不是吃素的。我也支持周怡，虽然我不能做什么，但我会全力配合你。漂亮姐姐，我也站在你这边。10分钟过去，周怡坐着，完全没有行动的意思。你怎么还不来找我呀？我都要闷死了。你能保证你只藏在1个人的身上，绝对不会中途换人吗？这是玩游戏最基本的诚信问题，你大可放心，快点来找我吧，我要无聊的睡着了。周怡看了一圈坐着的人，大家都发呆，真正闭眼像要睡觉只有1个，李老。曼曼用胳膊肘撞了一下周怡。周怡知道司机会免疫曼曼的发呆，他低声对曼曼说了计划。2人开始测试乘客。卞小云主动第1个测试，周怡心中感动，将发带绑在他手腕，低声询问。卞小云点头回应。如果你不同意，就不是真乘客。周怡本可隐藏杀手身份，却选择公开，这份赤子之心应得配合，最终无人敢反对。周怡神秘地问每个人问题，有人点头，有人摇头。发带回曼曼手。你确定这样有用吗？周怡点头，心中了然。他问的是你有没有失败，以司机的自大，即使失败也不会承认。摇头者变成嫌疑。时间仅剩半小时，曼曼手心出汗。周怡沉思后起身拍手，吸引目光说道：我知道你藏在某个人的身体上，时间不多了，你不是很喜欢玩游戏吗？不如我们来玩个很刺激的游戏吧。你都不知道，你之前那些什么捉迷藏和成语接龙之类的，都太小儿科了。可能你真是死得太久了，根本不知道外面流行什么。像我们这种年轻人，就要玩紧张到你肌肉紧张，刺激到你的心脏跳到嗓子眼。我差点忘记了，你早就死了，根本没有心脏。可能心跳加速是什么滋味，你都遗忘了吧？周怡观察众人反应，记下可疑者。挑衅无效，无人回应。是什么游戏啊？这个游戏的名字叫信任危机。每个人轮流站在座位上面，可以指定2个人在后面站着。我数完1、2、3以后，站在高处的人双手放在胸前，闭上眼睛往后倒。怎么样，刺激不？怎么样，刺激不？周怡解释完，调皮眨眼，余光观察，有人脸色变化。我可不可以不参加？我心脏有问题，我也玩不了。你要是不玩，就说明你有问题。自己的选择自己承担，我们又没让你大公无私。曼曼气结，更坚定住周怡。你说的对，既然大家不愿意配合抓出背后设计大家自相残杀的人，那我也不客气了。2人围攻那人，曼曼一脚踢中胸口，鞋跟入体流血。那人害怕，向喇叭大喊：他们要杀我，这不符合游戏规则。喇叭无声。周怡冷笑：你不是说要自己承担后果吗？我忘了告诉你，只要我愿意杀人，就可以摆脱这个杀手的身份。你想帮帮我吗？司机不阻止，乐见乘客相残。这不正是他曾经的遭遇吗？被背叛致死，束缚于地铁，失去自由，唯一的乐趣就是看着一轮轮的人死去，尸体爆裂，
灵魂永囚于此。对那个存在而言，周怡是个有趣的人，所以他怎么折腾都行。冷漠的乘客，加上2个虎视眈眈要杀他的女人，那个自称心脏不好的人终于怕了。我错了，我错了，不要杀我！不管你们玩什么游戏，我都愿意配合。你说，你早同意不就行了，非要在这里挑战我的权威？这人苦笑，哪里还敢说什么？捂着胸口的伤，可怜巴巴地坐在边上。有了前车之鉴，再没人敢找借口不参加游戏了。解决了刺头，周一走到卞小云身边，拉住她的手，掌心温度传递过去。他没有多说，相信我。卞小云骑虎难下，不想与周一为难，更不想拿孩子冒险。虽然你是个孕妇，可是在这个地方，没有谁可以受到优待。这话刺耳，却是事实。时间流逝，司机却等不及了。我宣布就玩这个信任游戏，快点开始吧！我宣布就玩这个信任游戏，快点开始吧！谁不同意就滚出车厢，不要浪费周怡的时间。考虑到卞小云是孕妇，周怡让她第一个来，早结束早安心。按规则，卞小云选2人接住她，她毫不犹豫选了周怡和曼曼，其他人站着，看他们扶卞小云站上座椅。我数1、2、3，你双手交叉放胸前，把后背交给我，你可以放心。众人紧张地看着提出游戏的周怡，会不会全力接住交付后背的人？数到3，慢慢接到周怡眼神，立马准备。卞小云长舒一口气，认命般往后一倒。放心吧，女人永远会帮助女人。周怡扶住还未回神的卞小云，轻声安慰。周怡手轻按卞小云凸起的肚子，里面宝宝竟踢了她一下。周怡瞪大眼睛，一时呆滞。看来宝宝很喜欢你。周怡默默又摸了一下，她原以为卞小云的肚子是假的，但此刻她由衷道：你很棒。身为真孕妇，面对诡异飞机和非人司机，卞小云的压力比谁都大。女子本弱，唯女自刚。还剩最后2分钟，除周怡外，众人都坐长椅上，等待她寻那一线生机啊！喇叭里司机不停挑衅，企图激怒周怡，混淆视听。最后30秒，周怡只来回转悠。最后10秒，他拿起发钗，忽然开口：10秒以后关灯。如果我找到你了，你可不能乱动。说到做到，马上关灯。如果你猜错了，开灯以后大家看到的就是你的尸体。司机得意道，似已预见周怡死亡。10秒眨眼即逝。关灯后，众人久违放松，只有零星真心关心周怡，仍在担惊受怕。灯光闪现，亮得所有人低头避光。地面赫然出现长长血迹，蔓延至地铁。车厢里少了一人。周怡。就在所有人以为周怡失败的时候，他忽然从另外一个车厢走了过来。这里能走？我赢了，所以就可以。你们不行。到底发生了什么？曼曼气周怡不早点出现，使劲拍了一下他的后背，结果周怡痛呼出声，衣服渗透出丝丝血迹。怎么了？找到他了，结果他不认账，我俩打起来了，结果就是我受伤了。事实上，关灯以后，周怡拿着发钗直接往白羊身上插，结果被一只冰凉的手握住，紧接着整个人就被卷到了地铁最前面。操作室里有一架腐烂的尸体，尸体忽然动了，断裂的骨头重新整合，腐肉往下掉。周怡握紧了发钗，尸体动了，周怡也跟着动。操作室面积不大，尸体又恶心，周怡只能躲避，偶尔出手。操控尸体的就是那个司机，他对尸体的掌控不强，杀不了周怡，但出手狠辣，杀意渐浓。不讲道德的小人，我就知道你要反悔。尸体不说话，只想杀他。发钗需近身才能用，周怡不敢冒险，渐渐力不从心。他心一横，转动戒指，拉出钢丝线，费尽力气将尸体分割，满地碎尸啊！司机失去了机会，周怡把脑袋扶正，用发钗戳他。愿赌服输，你想翻脸不认人吗？停，算我倒霉，我认输，你们可以离开。周怡刚露笑容，他接着说：不过我有一个条件不答应，就算碎成800块也不开门。大哥，我就是个普通人。周怡下意识拒绝，身体却忽然感到一阵熟悉的虚弱。你只要带着我的尸体离开这里就行，我保证不影响你。周怡无语，他只想活着回去，没打算收徒弟。可司机死缠烂打，扬言不带他走，谁也别想离开。周怡最后只能点头。他回到车厢，通知大家可以离开。地铁门缓缓打开，黑暗中出现一道恐光，
其他人迫不及待跑了出去。周怡要带走尸体，最后一个走。他跟曼曼和卞小云挥挥手，算是告别。等所有人走后，周怡艰难地提着尸体走向白光。饥饿让他力气流逝，尸体很重，他脚都软了。司机还在喋喋不休抱怨。周怡把裹尸袋丢在地上，狠狠踢了一脚，他被裹尸袋绊倒，回到了上飞机的通道。不足2米外，乘务长站在那里，笑起来更加吓人。你捡了什么垃圾回来？美女你好，我是死亡地铁的看守人，我已经完成了和大人的交易，所以可以离开地铁了。周怡眨眨眼，听不懂。乘务长听完，转身回了机舱。几分钟后，他走出来，示意周怡先回座位。彩虹等你很久了，你先回去吧。周怡听出弦外之音，麻溜地抛下司机跑了。司机在后面怒骂他不讲义气，却对上乘务长似笑非笑的眼神，立刻老实了。周怡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座位，机舱里空位更多了。彩虹高兴地让出位置，周怡坐下，按下呼叫按钮，在等待中不知不觉睡着。醒来后，他第一件事是拿出机票查看信息。恭喜你，成功通过死亡地铁，经过评估，你这次可获得30个游戏币。另外，因为你帮助司机白羊脱离地铁，额外奖励你10个游戏币。目前你的游戏币总数为46，请再接再厉。距离1万个游戏币还是太遥远了。周一叹口气，拍了拍空空的肚子，按下呼叫按钮。这次来的不是乘务长，而是司机白羊。你怎么在这里？周怡还以为摆脱他了。你帮我脱离了地铁，所以我现在换了一个地方打工。目前我的身份是空少。你自大又自恋，所以附身的一定是外表和能力出众的乘客。司机不可以直接杀人，所以没当过杀手的人就有可能是你。玩信任游戏时，只有你不停露出不屑的表情，所以我才敢肯定你到底藏在哪里。白羊竖着大拇指夸他聪明。周怡看着他手指上那块要掉不掉的腐肉，忍不住干呕。白羊气得翻白眼。可飞机有规则，只要乘客不违反安排，工作人员就不能出手。他只能生闷气。周怡干呕了几次，无力地往后一倒，指着菜单上的面条套餐，示意他快点送来。面条套餐3个游戏币，加上机位费，一共花了4个，还剩42个。你猜猜看，到底是谁杀了余杭？周怡抬起头，显然感兴趣。他想了许久，都不知道在苏苏之前的杀手是谁。白羊见他终于有回应，又傲娇的摆架子让他自己猜。周怡面无表情地看着他，彩虹也在他肩头直勾勾地盯来。虽已死了，骨子里对蛇的恐惧仍在。白羊最终妥协。在苏苏之前的那轮游戏中，拥有杀手身份的是李老，他想杀的是苏苏，不过余杭替他挡了致命一击。周怡嘴巴微张，没想到走路靠拐杖的李老竟能杀人于无形。可他为什么要杀苏苏？因为成语接龙的顺序。白羊也给不出答案，他只负责安排杀手身份，不在乎乘客内心的想法。刚说完，他就被乘务长叫走了。周怡独自消化，像李老那样和蔼可亲的老人，实际睚眦必报。杀人不眨眼，像白羊这样混在乘客中通关的，也可能是幕后操控者。不要轻易对任何人下定论。在这世界里，一部分人似乎已抛弃人性，放大了杀戮与欲望。这对周怡来说是件好事。他不知下次离开飞机会去哪里，因此珍惜在机上的时间。空间有限，他把每一分钟都花在吃和睡上。用白羊的话说，他像条摆在座椅上的咸鱼。咸鱼的时间不多了，他又花了40个游戏币升级发钗。3级发钗对鬼怪的伤害增加不少，但具体如何还需实践。周怡本想拿白羊试手，却遭到强烈抗议。企图偷袭或伤害工作人员，都是违反规则的哦。周怡这才作罢，违反规则只有炸烟花的下场。他还年轻，没活够，不至于这么快找死。安全得到保证的白羊得意洋洋，在乘务长身后狐假虎威做着各种动作。周怡懒得理他，看着自己打回原形只剩下4个的游戏币，他长叹一口气，吃饱上路。这话说的实在太难听了，所以意料之中收获了周怡无数白眼。早知道在操控室，我就多戳你几下了。乘务长原本打算让白羊来帮忙分担一下他的工作压力，可是白羊整天不务正业，就知道缠着周怡斗嘴，他干脆眼不见心不烦离开。反正周怡的游戏币不多了，他也要下飞机赚游戏币去了。周怡是把抠门发挥到了极致，游戏币是1天1个，所以他在飞机上面待到了最后1秒。等这个游戏币的时间彻底结束以后，由乘务长亲自来座位上面催他下飞机挣游戏币去。
在乘务长耐心到达极限的时候，周怡走上了去航站楼的路。这一次，他需要拿到自己的行李，然后快速离开航站楼。周怡拿到行李箱以后，看了一圈没有眼熟的，也加入了离开的队伍当中。大家都没有说话，前前后后只有行李箱滚轮拖动的声音。因为这一次没有人在精神崩溃，留在航站楼浪费时间，所以农务和触手都没有出现。走出航站楼以后，空气中就有一股青草味的芳香。随着所有人的离开，航站楼的大门紧闭，预示着他们这一场冒险正式开始。前面是一个村落，背靠大山。你们终于到了，房间我都准备好了，快跟我一起进去吧。大家跟着老人往村里走。老人是陶家村的村长，而周怡他们是来这个村子体验人文风情的。陶家村以陶器闻名。进入陶家村以后，周怡在队伍最后面看到了一个熟人，也就是在地铁里跟他合作过的卞小云。两人视线刚对上，就默契地移开了。我们陶家村做陶器的时候是不允许外人在一起，我在这里把丑话放在前面，你们体验归体验，可千万不要试图去偷看做村民做陶器的地方，否则后果自负。这是我们陶家村的规矩，如果各位不遵守，现在就可以离开。这时候周怡主动上前，凭借他那3寸不烂之舌，又哄得陶村长找不着北了。陶村长的脸上重新挂上了笑容，这才从腰间取出钥匙，打开了面前的大门。你们这几天就住在这里吧，每日3餐会有人给你们送过来，村里可以自由活动，每天下午2点是公开做陶器的时间，感兴趣的可以来找我。村长交代完以后就走。等村长离开以后，有人关上了院子的大门，然后大家默契地拿出了自己的机票。他们必须在陶家村待够4天，活着离开即为通关成功。规则提示有2条：第一，听村长的话才能活下去；第二，在陶家村，女人比男人有用。那3人说完，就拖着行李箱进了一间房，也没叫上在一旁沉默的周怡。没想到兜兜转转，我们还是在一起了。先回房间吧。2个人回到屋内，简单收拾了一下，然后就躺在一起开始说分开后发生的事。周怡一一解答，甚至还告诉他谁是杀害余杭的凶手。周怡提醒卞小云要小心睚眦必报的李老。2人说了许久，直到卞小云困得眼皮打架，2人这才开始睡觉。等所有人睡着以后，黑色的影子从窗户和门的缝隙中溜了进来，巨大的阴影笼罩住了他们。随着一声鸡鸣，大家陆续起床。周怡和卞小云2人以散步为借口，开始在村里到处走。有个老太太走过来，她紧紧盯着卞小云的肚子。周怡直接和卞小云交换位置，想挡住这个老太太的目光。周怡拉着卞小云想走，结果老太太鸡爪一样的手死死捏住卞小云的手腕。怀孕好，怀孕好。周怡冷着脸，直接上手强硬的拔出了卞小云的手。周怡护着她慢慢往后退。这一次多亏你了，老太太看着瘦瘦的，力气大的吓人。那你不要单独行动了，万一再遇到疯老太太就麻烦了。卞小云轻轻点头，然后想了想，最后还是把自己的一个道具告诉了周怡。我头上有一个扎头发用的皮筋，这是一个可以降低人存在感的道具，如果陆续往上升级，还可以隐身。那你这个现在升级到什么程度了？现在是第4级了，可以全天降低自己的存在感。不过发挥不稳定，面对厉害的人或者鬼，还是会有被发现都可能。那隐身功能呢？能够维持多长时间？现在每天可以用3次，1次5分钟。周怡听完卞小云的话，也亮出了自己的底牌。他拿出自己头上的发钗，把这个道具的技能告诉了卞小云。只要这个地方闹鬼，我就可以用它保护你。如果我多带一个人隐身的话，时间就会少1分钟。那这次合作愉快。我先说好，为了得到更多的游戏币，我是打算找到这个村长的秘密。如果你只是想要活过4天，其实不用跟着我到处跑，凭借你的能力，你在这里不会有危险。我怀孕6个月了，我必须在生产之前拿到1万个游戏币回到现实世界。确定了合作关系的2人继续在村子里游走。考虑到之前那个疯老太婆，卞小云使用了降低存在感的道具，所以在有些人眼里，周怡有时候就跟精神病一样，在和空气讲话。其余5个人也是一早上都在村里转悠，其中一个还企图打听别人做陶器的工作室在哪里，结果被村民追着骂。到了中午，村长照例送来午饭，顺便提醒大家2点以后可以去他家院子里学习做陶器。您的工作室就是在院子里面吗？
外乡人没有资格进入我的工作间，能够让你们在院子里体验一下，已经是大发善心了。看着村长态度嚣张的样子，李娜娜的拳头硬了又硬。村长冷哼一声，扬长而去。李娜娜气得脸通红，就连午饭都没有吃，直接回了房间。不管发生什么，吃饭这种事，周一和卞小云是不可能错过的。一个是孕妇，不能饿着；一个容易低血糖，也不能饿着。到了2点，周一和卞小云就往村长家的方向走去。路过每家每户的院子，发现有好几户都是直接在院子里认真的做陶器，并没有像村长所说，都有一个不能外人看到的工作间。不过周一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在院子里做陶器的几家里面，房子都很破旧。一路走到村长家中，周一才知道什么叫豪华。村长的儿媳妇挺着肚子站在门口，等着给他们开门。或许是因为卞小云同样是孕妇，所以他对卞小云尤为关注。周一跟着村长学习做陶器，村长就开口让他儿媳妇带着卞小云到处转转。我们家里装修的还算不错，你们怀着孕可以到处走走，到时候生孩子的时候更加容易。卞小云被村长儿媳妇带走了，现在院子里面只剩下周一和村长2人了。周一做得很认真，可是村长的态度却让他有所怀疑。女人做的陶器卖不上价，你随便做做就行了，不需要这么认真。我们来这里就是想要体验一下而已，没打算卖钱。你们这些人来了一批又一批，说了不让偷看村民做陶器的地方，还是有很多人偷偷去看。你们不就是想要知道陶家村能够做出高价陶器的秘密吗？周一低头不语，听着村长滔滔不绝地说着自己曾经做出了多少陶器，又让周一别打着偷配方的想法。周一没有顶嘴，一直听着村长喋喋不休的炫耀，直到卞小云他们回来，村长才闭上嘴巴。嘴巴都说干了，再去给我接一杯。卞小云看着儿媳妇大肚子的样子，最后还是什么都没有说。儿媳妇把茶杯送过来，村长眼皮都不抬一下，直接伸出手让儿媳妇把杯子放在自己的手上，就跟伺候老太爷一样。自从卞小云回来以后，村长就把火力对准了她，话里话外都是打听肚子里到底谁男孩子还是女孩子。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要重男轻女啊？谁说我重男轻女了？我是盼着你们生的都是小女孩呢，我最喜欢孙女了。一个简单的解释，却让村长儿媳妇变了脸色。虽然只是一瞬，但是也被坐在他身旁的卞小云发现。周一还在和手里的陶土较劲，好不容易要成型了，结果手上一使劲，造型又歪的不行了。我就说女人不能做陶器吧。行了行了，今天时间不早了，体验时间结束，想玩的话明天再来吧。村长的嘲笑，再加上做了一下午都没有成型的陶器，让周一顿时火大，把忙活了一下午的成果一巴掌拍成泥饼。看着周一发小脾气的模样，村长也不生气。我明天再来。你想来玩就过来吧。周一2人离开以后，村长就一直盯着自己儿媳妇的肚子看，那直勾勾的眼神就跟周一他们遇到的疯老婆子一样。乘客们对游戏币的分配心知肚明，独自行动收益最大，但风险也高，联手则安全，却要平分。周一和卞小云被视为最弱的组合，被另外5人排除在外。回住处的路上，2人交换了下午在村长家的发现。周一觉得村长言行矛盾，总想引他去村民的工作室。卞小云则与村长儿媳王月聊了孩子。王月临产在即，和村长一样，反复追问卞小云怀的是男是女。晚饭是王月和丈夫送来的，王月挺着大肚子跟在大步的丈夫身后，额头沁汗，男人却毫不在意。她都要生了，怎么还让她送饭？正是要生了，才该多走动，好生产。进村已1天，毫无收获让那5人心急。李娜娜又凑向周怡，下午你们去村长家做陶器了？周怡点头。有没有发现什么？周怡瞥向其他假装吃饭，实则竖耳倾听的人，心里冷笑。村长家肯定有秘密，你们2人势单力薄，不如分享信息，一起通关。我不靠别人也能通关。这反应反倒让那5人认定他们有所发现，既然不分享，那就偷听。可周怡2人回房便睡，一夜只有均匀的呼吸声。5人轮流守了一晚，什么也没听到。第2天个个眼圈发黑，恨恨瞪着周怡他们。周怡毫不在意，吃完早饭又出门了。村长和王月都对卞小云的肚子异常感兴趣，他们决定去大树下找昨天的疯老婆子打听。大树在村中心，穿过半个村子。周怡留意到
除了王月，村里竟再无其他孕妇。刚刚换了位置，就看到那个疯老婆子出现了。周怡和卞小云对视一眼，好像在说今天运气真好。卞小云故意挺了一下肚子，疯老婆子果然脚下生风，朝他走了过来。他癫狂地看着卞小云的肚子，还想要上手摸。孕妇很珍贵的，不能随便摸，你说是吧？老太太连连点头，麻溜地收回了手。老太太，你是谁家的？怎么称呼啊？我没后人，一个人住在村口。你们进村时我就看到她了。虽然我是个孤老太太，可我力气大，以前做陶器卖的钱也不少。可是昨天村长说，女人做的陶器不能卖。老太太以为卞小云不信她有钱，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金手镯，捏着卞小云的手就想往里套。无限献殷勤，非奸即盗，卞小云不可能接受这来历不明的镯子，更何况她怎么会随身带着金手镯？一想就让人后背发凉。老太太，你们无亲无故，不能要你这么贵重的东西，会被村里人说闲话的。老太太还想说什么，却被周怡堵了回去，根本不给她机会。金手镯没送出去，可老太太明里暗里还是想让卞小云留在村里生孩子，最终目的就是住进她家。看她盯着卞小云肚子的眼神，就知道醉翁之意不在酒。老太太，我发现村子里对孕妇好像特别关注，我能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村子里怀孕的人越来越少了，所以只要出现一个孕妇，大家都特别关注。但我听说以前每家最少也有3、4个孩子，怎么现在变少了？是大家不愿意怀孕了吗？作为女人，谁想当不下金蛋的母鸡呢？不过是因为命不好罢了。他把女人比喻成下金蛋的母鸡，这让卞小云非常不高兴。那您知道村子里的陶器能卖出高价的原因是什么吗？为什么村长一个陶器能卖几10万啊？我就知道你们这群人来村里也是想打探做陶器的秘密。不妨告诉你，你们永远找不到。看在你们带了个孕妇进村的份上，我提醒一句，体验时间一结束就离开，别打陶器的主意。从老太太和村长昨天的话中，周怡确定之前来了许多批寻找秘密的人，像他们这样大肆宣扬一个陶器卖几10万，会被盯上也是正常。我就是好奇，不是为了钱。老太太才不信，进陶家村的外乡人，没有一个不是抱着想知道陶器秘密的心。自从村长卖出一个高价陶器后，这几年进村的外乡人就越来越多了。他们想打探高价瓷器的秘密，或者退而求其次，偷几个陶器出去卖，但从来没人成功过。为什么没人成功？我们陶家村做陶器有自己的秘方，只有把这秘方加在陶土里，哪怕是最次的土，也能做出上好的陶器。所以高价陶器的重点不在土和技术，而在配方。所以整个村子是共用一个配方吗？秘方可以说是一样的，也可以说是不一样的，这个我不能讲太仔细，外乡人知道太多不是好事。总归我提醒你们，收起歪心思，在这里任何一条路都行不通。因为周怡问得太细，老太太已经把他俩当成来偷秘方的人，周怡也没否认，正好借这层关系多了解一点。可惜老太太每次点到为止，最主要的秘密一点不透露。她说的越神秘，周怡就越好奇。该说的都说了，老太太起身打算回家，临走前叮嘱卞小云，如果她有意向想要留在村里生孩子，她保证像长辈一样照顾她。如果生的是男孩，可以把这辈子存下的钱都留给他们母子。卞小云没有马上表态，只说要好好考虑。老太太一听有戏，脸笑得像一朵花。你好好考虑，或者这几天搬到我家里也行，先提前体验一下生活。卞小云被老太太盯得发毛，只能敷衍着打发她走。中午时分，老太太和玩泥巴的孩子都回去了。她是不是说生下男孩就把家产留给你们？有什么问题吗？很多家庭都这样。你有没有发现村里全是男孩，一个小女孩都没有？卞小云一愣，回想起来确实如此。重男轻女也不至于全都生男孩吧？那些女孩去哪儿了？卞小云答不上来，却也感到村子处处透着矛盾。这些矛盾足以说明村子有问题。我们别再分开行动了。两人一路商量着回到院子。李娜娜一行刚结束会议，双方互不搭理，防备明显。午饭仍是村长儿子和王月送来。王月挺着肚子走得慢，丈夫在前头不耐烦地催。周怡快步接过饭菜，快带她回去休息吧。晒太阳对她好。丈夫瞥了眼王月汗湿的后背，卞小云看得来气。周怡把饭提进屋，她丈夫又走到前面去了。落后地方就这样，怀孕也没好待遇，没让她自己送饭算不错了。赵可忽然低声插话，随即又像没事人似的坐回去吃饭。卞小云和周怡对视一眼，没接话。饭后，两人照例午睡。
关上门不理旁人。下午2点，他们前往村长家，路上刻意观察，确实不见一个女孩。李娜娜等人已到，村长躺在摇椅上品茶。女人果然信不得，来这么晚。孕妇金贵，路上出事怎么办？说得对，孕妇最金贵。我看她肚子圆，准是个女婴。村长还会看孕香？李娜娜脸色一沉，她先前讨好村长不成，如今见他对周仪和颜悦色，心中不甘。周仪见人多，不再多问。李娜娜却带着队友插进来，很快把周仪挤出了谈话。卞小云担忧地看过来，周仪只耸耸肩，低头专心做陶器。忽然，一声尖叫响起，众人望去，只见王月正要添茶，凉水破了。所有人都愣住，村长猛站起来，冲厨房喊人：“我害怕。”周仪和卞小云对视一眼，同时行动。赵可连忙帮忙，扶着王月躺下。卞小云握住他的手，温声安慰。很快，村长带人回来，几个妇女直冲王月而来。你最好生个孙女，不然饶不了你！卞小云心一紧，下意识想到自己。王月被抬起，送往准备好的屋子。不带他去医院吗？村里都在家生，快走！卞小云脸色难看，周仪拉他离开。消息传开，村民围在院外，村长紧张的踱步，茶壶也不拿了。李娜娜那群人已不见踪影。周仪和卞小云站在外面，心中不安。几个男孩想进院子，被村长骂走。别招来带把的！一个老太太听了不乐意，要那么多孙女干什么？想绝后吗？村长脸涨红不语，他老婆却冲出去与那妇女扭打。众人看起热闹，趁乱，卞小云拉周仪躲到树后。我想进去看看。我跟你去。我道具有限，只能一人用。你若信我，道具借我。卞小云沉默片刻，郑重摘下头绳。周仪接过，触发降低存在感与隐身功能。隐身只能用3次，最后10秒会震动，仿佛交出全部底牌。周仪明白这信任的重量。等我回来。他开启技能，悄声入院。院中人都盯着打架处，无人注意。周仪循声找去，是一间杂物屋。王月躺在旧床上，面色痛苦。接生的妇女坐在一旁闲聊，任他口干呻吟。别喊了，留点力气。王月头发湿疹，无力抬手，阵痛渐细。大娘，给口水吧。那几个妇女明明听见了，就是坐着不动。周仪看到王月的嘴都干得起皮了，心里纠结。还是给她喂口水吧，万一生了女娃，说不定我们也能沾沾光。我看她肚子圆圆的，不可能是个女娃。你愿意伺候你就伺候去吧。周仪听得糊涂，生女孩就有钱，村长一家显然极重视这孩子。可那打架的妇女骂村长家有钱却要断后，村长又满脸不忿。他们明明在乎男孩，秘密一定藏在女娃身上。若王月这回生的是女孩，谜底或许就能揭开。外面动静渐小，一阵疾步声混着咒骂逼近。村长老婆回来了，周仪忙缩身藏好。村长老婆一回，王月总算有人喂了口水。看这样子，天黑能生下来就不错了。周仪一惊，还得那么久，她不能一直躲在这儿。卞小云还在外头等着，再拖怕惹疑。她最后望了王月一眼，转身欲走。可村长已把人都撵散了，正朝这头走来。村长惊得很，周仪怕被识破，只好悄悄退回。前门出不去，只能另找路。幸而人都聚在王月屋里，周仪溜到后院，竟没撞见一人。后院阴冷，不见日光。角落立着一间封闭的屋子，无窗突兀，周仪浑身泛起鸡皮疙瘩。门锁坚实，怎么也打不开。他把耳贴上门，轻拍。有人吗？里头死寂，时间不多了。周仪爬上后院墙头，翻了出去。他没回头，也就没见一个小黑影眼跟着他的脚，却被无形力量弹开。黑影倏地缩回屋里，像从未出现，只是周仪裙摆上多了一块乌黑的印子。后院外是小树林，再远是菜地。周仪躲开仍往村长家张望的村民，顺利与卞小云会合。卞小云等得汗流浃背，见他出来才松口气。周仪取回头绳，重新为卞小云绑好，理了理她汗湿的鬓发。自交接头绳那刻起，两人便不只是同伴了。他怎么样？里头说天黑能生就不错，晚些再打听吧。二人往回走，却被风老太太拦在路上。怎么样？考虑好没？要不要跟我回家？再考虑几天。老太太却挡死前路。
今天村长家生孩子，没人送饭了，他大肚子不能饿，跟我回，至少晚饭有着落。周姨觉得有理，却仍警惕。跟我回去，不然你们肯定后悔。跟我回去，不然你们肯定后悔。语气斩钉截铁。周姨迟疑间，老太太猛地抓住她手腕，拽了2步。总得让我们回去收拾行李吧？不用收拾，就先去吃顿饭。过了今晚，你们自会明白。周姨与卞小云对视一眼，眼下毫无线索，不如跟去，或许能有发现。老太太眼底一片清明，拦着周姨两人，私底下做了无数暗示的小动作。周姨打算放手一搏，她和卞小云有底牌，不怕打不过。周姨松动了，卞小云便对她点了点头，两人跟在老太太身后，慢慢往村口走去。老太太家是村中最偏僻的，房屋特别破旧。推开形同虚设的木门，三人进了院子。院子破败却整洁，没有陶土，没有废陶器，只有鸡鸭和菜地。您是陶家村的人吗？是不是还重要吗？他神秘一笑，自顾自去照顾鸡鸭，从草堆里摸出2个鸡蛋。周姨这才注意到他的腰背已弯，见他扫地费劲，周姨拿过扫把帮忙。老太太慈祥一笑，转身去菜地摘菜。在这方小天地里，周姨竟有了一丝回到现实世界的感觉。三人一起做了晚饭，天未黑，饭菜摆在院中，卞小云吃的不少。趁着天没黑，在院子里走走吧，吃的太多不好消化。您叫我们来，不可能只为一顿饭吧？有话请直说。知道太多对你们没好处，听我一句，就在这里待着，时间一到便离开，别的不要管。周姨不再追问，却不代表放弃。卞小云也不散步了，两人一左一右坐在老太太身边，看日落闲聊。老太太自称姓舒，让他们叫舒奶奶。她生于此，一生未嫁，独居至今。每当周姨想将话题转向陶器或陶家村，舒奶奶便闭口不言。最后一缕余晖落尽时，舒奶奶催促二人回房。她已备好房间，甚至贴心的放了尿壶。晚上不要离开房间，外面很危险。她再次叮嘱周姨，却听出异样。舒奶奶反复提及夜晚的危险。你晚上用这个吗？周姨指着角落的夜壶，问卞小云。不。卞小云坚定的摇头。舒奶奶说晚上危险，那你之前晚上是怎么解决的？你忘了，我有隐身道具啊。周姨听完，一时不知该作何反应。这么好的道具，竟用在这上面，可这也说明卞小云极为谨慎。今晚如果你还想出去，不要用道具，叫上我陪你。卞小云点点头，他们目标一致。舒奶奶回房后便没了动静。周姨想换衣服，才记起行李未带。昏暗光线下，她未发现裙摆上的黑印。熄灯后，两人睡了。待到呼吸平稳，舒奶奶才走出房间。她手持3炷香，来到屋后，背面阴冷，不见天日，唯有一块石碑，前供3盘水果，满地香灰。我等了50年，始终没等到你说的那人。我不想带着遗憾找你，这也是你生前的执念，所以不管我做了什么，你都会原谅我的，对吗？他仔细擦拭石碑，如同对待挚爱，直到哈欠连连，才自嘲道：我终究还是老了啊。他离去后，一股金光照住院子，院外许多黑影蠕动想靠近，一处金光便被弹开。半夜，卞小云拍醒周姨，两人悄声出门，一个方便，一个望风。周姨左右张望，想看清舒奶奶所说的危险是什么，却一无所获。鸡鸣时，两人醒来，舒奶奶已备好早饭，告诉他们昨晚村长家的儿媳妇生了。生了什么？男孩。舒奶奶语气平淡，听不出喜色。周姨觉得她今日有些异样，便提出回去看看同伴。舒奶奶未阻止。回去吧，顺便去村长家道喜。虽是外乡人，也该喝杯喜酒。临走，舒奶奶站在门口，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如果你们决定好了，随时回来找我。她不再只是让他们来住，反倒提醒他们去村长家。前后矛盾让周姨想起村长。两人带着疑惑回到住处，刚进门便看见面如死灰的赵可独自坐在门口。你们昨天去哪里了？发生什么事了？李娜娜和陈宇都不见了。队伍里3个女的失踪了2个。那王源2人呢？村长家办酒席，他们去帮忙了。赵可抓住他的手，像抓住救命稻草，回忆起来。赵可和另一个叫陈宇的也只能跟着王源回来。晚上陈宇饿得发晕，
说要出去找吃的。赵可极力劝阻，陈宇却坚持要去，还劝赵可一起。赵可没这个胆子，只能看着他走出屋子。本想硬撑到陈宇回来，眼皮却沉重的不行，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天亮后才发现陈宇没回来，他刚想找王源商量，村长就来了，说有喜事，请王源两人去帮忙。王源没犹豫，让赵可等消息，便跟着村长走了。大半个上午过去，他们再没回来。赵可一个人呆着，心里发慌，直到周姨他们出现。听完赵可的话，周姨捋清了情况。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行动？我保证不会拖后腿。说不定王源他们忙完就回来。王源昨天直接放弃了李娜娜，我看透他们了。不管他们回不回来，我都不打算再跟他们一起。你看我们这队伍也不强，确定要加入？我看过你们相处，那是我想要的队友样子。如果你们不介意，我真的很想加入。好吧，那你暂时跟我们一起。卞小云没有异议。三个女人暂时结盟，接下来打算去村长家看看，就算不邀请他们，也能打着找同伴的旗号进去。来到村长家门外，果然热闹，许多村民进进出出，手里都拿着一沓厚厚的红票子。没想到这村子这么豪横，吃酒席都送这么厚的现金。村长站在院门口接待村民，看到周姨他们露面，仍客气地请他们进去。周姨本以为会被拦下，没想到村长今天这么客气。也好，省得又要借卞小云的道具溜进去。来这里不是为了喝喜酒。走进院子后，趁人多眼杂，周姨安排好卞小云和赵可，便一个人朝厨房走去。周姨安排赵可陪着卞小云在院中等待，自己前往后厨。果然看到了王源两人，一个切菜，一个烧火，认真的不得了。我看你们两个不是来做任务通关的，是来给人当伙夫的吧？声音响起，王源两人才抬头，额上汗水滑落。你怎么又出现了？我难道出现过吗？你们昨天一晚上没有回去，我还以为……命好，没死。王源两人对视一眼，拿不准他昨晚是否遭遇了和李娜娜、陈宇一样的事。只有你回来了，那个孕妇呢？她和赵可在院子里面，我们特地来找你们。赵可哭着说你们被村长带走了，毕竟是唯二的两个男人，有必要确认你们的安全。王源神情放松了些，他无视周姨的嘲笑，走到他身边，神秘的左右张望。周姨默默看着。你是不是以为我俩不管李娜娜和陈宇的死活，所以想来讨个说法？你还好意思提？我们一共就7个人，你就这么放弃2个队友，不管怎么说都不合适吧？我就只喊冤枉。天亮后本想找李娜娜和陈宇，谁知村长找上门点名要我们帮忙，无法拒绝才来。已经有2个人失踪了，说不定村里有什么我们不知道的存在。村长是官最大的人，我讨好一下也正常。他一直找借口，周姨也顺势点头。两人各怀心思，极限拉扯。我在这里这么认真，是因为村长承诺，喜事办完就带我们去后院参观做陶器的工作室。王源期待地看着周姨，怎么样？机会难得，一会儿叫上赵可他们一起去看看吧。周姨停止思绪，怀疑地看了他一眼。你这消息确定是真的？村长真同意我们进去？我就直接告诉你吧。话未出口，直接被同伴捂嘴警告。线索是我们发现的，凭什么白白告诉他们？周姨默默看着两人做戏，第六感告诉他，这两人才是真的隐藏了大秘密。见周姨没什么反应，直说了吧，我和杨晓触发了另外一个任务。什么任务？我已经知道陶家村能做出高价陶器的秘密了。他们每家每户都供奉着一个器神，经过器神抚摸后的陶器就可以焕发光彩。我们只要把这器神偷出来，每人最少可以分得20个游戏币。那器神只有1个，我们有5个人，怎么分？而且既然触发了新剧情，为什么我和他们2人没接到任何通知？王源解释触发新剧情的事，从进村起，他们就怀疑关键线索在工作室。李娜娜冒险进入后失踪，更证实了这点。村长早上忽然提出愿带他们参观，说心情好让他们看看也无妨。王源有所怀疑，已趁间隙偷偷去过后院。后院果然有间屋子，锁着门进不去，但靠近房间，他和杨晓便触发了新剧情，得知了器神的存在。听到这里，周姨彻底明白了，王源绝对隐藏了秘密，而且跟后院那屋子有关。至于他说的触发新剧情，纯属骗鬼。周姨昨天就去过后院，对着那扇门研究了半天，根本没什么新任务发布。你的意思是，这次通关想拿更多游戏币，就是偷器神？通关有很多方式，
这个陶家村比较特殊，就是想让我们偷气神。那气神有什么用？具体不清楚，不过根据我对这个世界的了解，或许是基于气神的力量。对，你想想，气神能让普通陶器变得与众不同，说明它一定拥有很大力量。对我们没什么用，但这个世界一定需要。周怡一本正经听着两人胡扯，做出相信的样子。本来不想告诉你们，毕竟这种特殊任务完成的人越少，奖励越多。但那气神实在厉害，和杨小的道具不足以对付，才邀请你们加入。如果不信，等酒席散了，让村长带你们去看一眼就知道，说不定也能触发新任务。去看一眼不耽误事，如果看完不愿意加入，我们绝不勉强。面对两人连环劝告，周怡终于松口，表示还要回去和赵可两人商量。周怡找到卞小云两人，转告了王源的话。你想去看一看，万一真触发了新任务，不是坏事。你怎么想？你们可能没和王源他们接触过，就拿李娜娜那件事来说，我感觉他们不可信。如果真有这么好的事，我想不出他们有什么理由拉上我们。让我想想吧。不知道王月现在怎么样？还不错，能吃能睡。那我们可以去看看他吗？我们这里有规矩，孕妇不能看刚生完孩子的女人。我不是孕妇，我可以去看吗？我同意你们去看工作室了，如果想来，就在天黑以后过来。现在不可以吗？你看院子还没收拾出来，只有天黑以后我才有时间。周怡看了一眼混乱的院子，觉得村长说的有道理，确定好晚上的时间，便带着卞小云两人离开。卞小云一路欲言又止，回到住处，周怡对赵可说：“我跟小云中午习惯休息一会儿，你也回屋睡会吧。”赵可点点头，转身回了房间。房间空荡荡的，另外两人已失踪。他坐在床边，恐惧慢慢升起。他知道周怡他们不信任自己，再害怕也不想再去打扰。周怡一进房间，卞小云立刻拉住他：“你晚上真的要去？不去怎么知道他们在搞什么鬼？这太冒险了。所以我想借你道具，提前去查看。”卞小云二话不说，取下头绳绑在周怡头发上：“快去，赵可我应付。”周怡一笑，默契无需多言。他没舍得用隐身，只用了降低存在感的技能，悄悄走出院子。村长家一片安静，桌椅散乱，无人收拾。他小心查看每个房间，发现村长一家和王源他们都在睡觉，没有预想中密谋的画面。周怡转身去找王月，王月躺在杂物间的木板床上，紧闭双眼，脸色极差。房间里弥漫着血腥味，床边矮桌上只有一碗凉水。这哪像刚生完孩子的待遇？周怡心中疑惑，她在门外看了片刻，正要离开，王月忽然睁眼，沙哑道：“这里危险，快走。”他眼中布满血丝，并未看向周怡，但周怡知道这话是对自己说的。周怡犹豫一瞬，还是走了进去。王月脸色惨白，被褥上血迹斑斑。周怡轻声问：“我能怎么帮你？”王月盯着房顶，泪水无声滑落，他嘴唇干裂。周怡端起那碗凉水递到他嘴边，王月大口喝着，仿佛恢复了些精神，但周怡却觉得那像是回光返照。喝完水，王月紧紧抓住周怡的手腕，再次警告：“不要去后院，这里很危险。”那你呢？周怡没时间细问，但信他。王月惨淡一笑：“我不过是自作自受。”周怡想带他走，却无能为力。王月看出他的窘迫，只反复催促他快走。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村长老婆来了。周怡立刻使用隐身道具。王月对周怡的消失并不惊讶。婆婆捂鼻进屋，狐疑的扫视：“你在跟谁说话？”“没人，我只是口渴想喝水。”婆婆瞥见空碗，也不提添水，眼珠转了一圈，锁上门离开。隐身只有5分钟，周怡无法再进屋，深深看了王月一眼，转身就跑。跑到半路，道具失效，他慌忙四顾，却见舒奶奶站在明暗交界处，直勾勾看着他。周怡走近：“您看到了？王月怎么样了？”“不太好。”“意料之中。”周怡皱眉看他，这舒奶奶时而像在帮忙，时而似有图谋，是敌是友，难以分辨。见周怡不语，舒奶奶便慢悠悠往回走。“您在这里，就为了问我王月怎么样？”舒奶奶不答，只顾埋头走路。周怡干脆跟着走进舒家院子。周怡忽觉身体一轻：“你不是想知道陶家村秘密吗？我给你指一条路，就看你敢不敢去看。”周怡需要尽快赚取1万游戏币，他必须查下去。“您说？”“往那走，遇到的第一家去后院看看，千万别出声，否则你也会落得一样下场。”
周姨记得那家人，村民闲聊时提过，说那家要发财了，语气满是羡慕。秘密就在后院，周姨感觉离真相近了一步。看完记得回来，我有话问你。舒奶奶看着他，心中复杂，秘密终将暴露，只不知周姨是否真是那个能改变陶家村的人。若失败，这鲜活的生命也将成为陶家村的一部分。他已做了太久好人，可那2张脸夜夜入梦，是噩梦，也是好梦，折磨从未少过。望着周姨远去的背影，舒奶奶叹了口气，回屋取了3支香，走向后院。白日后院依旧无光，却清晰许多。干净院落中，唯有一块石碑突兀立着，刻着名字。刚才那女孩不错，有点本事，别怪我时间不多了，若完不成你的心愿，我闭不上眼。你若在天有灵，就保佑他，但愿他能成。周姨靠近那户人家，先绕了一圈。院里坐着2个女人，年轻的那个极瘦，肚子却异常隆起。周姨躲在一旁听着。你这一胎一定是个闺女。我也希望是。妈，若真是女儿，我能不能不生了？只要你乖乖生下孙女，我保证不再让你生。你前面生了3个儿子，他们娶媳妇建房子都要钱，不生女儿怎么挣钱？你也是当妈的，总不想看儿子打光棍吧？周姨听得头疼，这都什么年代了？但从对话可知，只有生出女婴才有钱，原因即将揭晓。背靠大树，周姨使用了第2次隐身道具。看着5分钟倒计时，她径直走进院子，走向后院。这家的后院同村长家一样阴森，不见阳光，角落有间无窗的小屋。周姨靠近，屋内有细微声响，门却锁着。爸，我肚子痛，先去解决一下。她跑向前院，门半开着，周姨闪身而入，一股寒气瞬间包裹全身。屋里很大，墙角堆着陶土，中央一盏昏黄油灯。一个中年男人一边骂年轻人偷懒，一边将陶土装盘。装好后，他走向更暗的墙角。周姨小心靠近，越近越不舒服。他终于看清了，墙角放着一口能装下成年人的大缸。男人揭开盖子，一股异香扑来。成了，成了，我发财了！周姨越过他看向缸内，所见令他终身难忘，甚至后悔来此。缸里并非什么神奇之物，而是一堆腐烂的尸体。周姨瞳孔骤缩，后退一步，难怪浑身不适，原来藏着尸体。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他心惊。中年男人将手伸进缸中搅拌，拿出一个碗，小心舀起一碗粉白色的湿水，碗里竟有一只小小的手。原来陶家村高价陶器的秘密，竟是用婴儿尸水浸泡而成。周姨看到缸子里的婴儿尸体，心中骇然，异香环绕，她不忍直视，未免暴露，她在最后时刻冲出院了。周姨跑回舒奶奶院子，舒奶奶整理着菜，头也不抬。都看到了。周姨喘气坐下。50年前的陶家村的人也是靠做陶器养家糊口，那时候附近的村子就没有会做的，所以陶家村的生活虽然清贫，可是还算过得去。平静的湖面终究会被打破。有一个人嫁到了隔壁村子，在男人甜言蜜语的攻势下，他把陶家村的原则抛在脑后，把陶家村赖以生存做陶器的本事交了出去。男人学会以后，立马又把这个本事交给了其他亲戚。很快，陶家村的生意就不再是独家的了。女人出卖祖训的下场也不好。男人本来就是看中了做陶器的本事才会娶她。利用价值结束以后，他直接撕破脸皮，把女人赶回了陶家村。不仅如此，他还大肆宣扬是女人手把手教他学会的陶器，把女人出卖得特别彻底。回到陶家村的女人下场极其惨烈，她的父亲为了安抚村里其他人的情绪，直接把她折断了手脚，泡在缸子里面。当晚，整个陶家村都能听到她的哀嚎，后来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了。不过他家却开始做出带着异香的陶器，频频卖出好价钱，让村里人眼红不已。村里的人以他把陶器交给别人为理由，堵在他家门口，然后让家里人说出能够把陶器做得更好的办法。你知道这个办法是什么吗？是不是把女孩子折断手脚泡在缸子里，化成血水以后，就把那个血水加在陶土里面？你很聪明，看来我没选错人。村里的人为了钱利益熏心，竟然真的开始朝家中的女孩下手，甚至还扬言，反正女娃娃也是个祸害，不如发挥一下自身的价值，
死一个女孩子就可以让一个家庭挣很多钱，这买卖怎么说都是划算的。很快，基本上村子里面家家户户的女孩子都被自家人弄死了。尸水做出的陶器真的能够卖出高价，看着一沓沓现金，那心里对女儿的愧疚瞬间就消失了。可是尸水总有用完的一天，好不容易见着钱的村民怎么可能轻易放弃这条发财之路？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时，当晚所有人都做了同一个梦，梦里就是那个被丈夫出卖、被家人折磨而死的女人。她说自己已经成为了陶家村的弃神，因为生前害得大家没有钱赚，所以现在要尽力帮助大家把生活过得越来越好。没有女孩子不要紧，反正家家户户都有男人，只要让男人娶媳妇，生出女婴，继续泡在缸子里面就可以了。最好是刚出生还没喝过一口奶的女婴，就泡在同一个缸子里，待异香扑鼻时，就说明圣水已经完成。故事结束，周姨目瞪口呆。那你呢？在这件事里，你充当了什么角色？当年她嫁人的时候，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所以我亲自送她走出陶家村，又亲眼目睹她狼狈回来，被至亲折磨。按照你说的，当年村里人为了钱都效仿他家，为什么你还会活着？周姨拔下发钗，警惕起来。看来我果然没有找错人，你这钗子应该也很厉害吧？你到底想干什么？你告诉我这些是什么目的？既然你有这么好的本事，你就应该留下来，把它彻底消灭掉，不然陶家村的冤魂只会越来越多。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舒奶奶没有回答，带她走向后院。周姨头皮发麻，每个后院都有泡尸缸子，但舒奶奶的后院干干净净，没有小黑屋。周姨愣住了，这里只有一个墓碑，上面写着陆元峰3个字。这是谁的墓碑？舒奶奶看着墓碑，眼含柔情。她没有回答周姨的问题，而是从衣服口袋里掏出一张洗得发旧的手帕，一点点擦拭着墓碑上面的名字，动作温柔。他是一个捉鬼大师，被陶家村的鬼气吸引，结果再也没有走出去。你杀了他？舒奶奶一想到陆元峰的死因，就恨得捏紧了拳头。是玉兰，她被家人害死，怨气滔天，要让全陶家村的人给她陪葬。陆元峰来陶家村了解了事情原委以后，想要超度她，没想到反被她害死。那跟你有什么关系？舒奶奶看着周姨一副想要问到底的模样，彻底没了耐心。她开门见山告诉周姨，我这辈子的执念就是等人来解决玉兰，我要替陆元峰报仇。你选中了我？不是你自己做出的选择。你以为那天下午我为什么执意要让你们跟我回家？那是因为我知道你去过后院了，你的裙子上面已经有了小鬼座的标记，要不是我带你回来，你早就怀上鬼胎了。周姨这才想起自己换下的那条裙子上面的确是有一块黑乎乎的脏东西，她心头一紧，原来从那时起自己就已经被盯上了。玉兰的怨气在陶家村每个人的努力下已经越来越大，所以她可以控制鬼婴再次选择母体投胎。鬼婴出生就被淹死，执念就是想要妈妈。但凡去过后院的女人都会被鬼婴盯上，而怀了鬼婴的女人是活不长的。可是陶家村的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所以在他们无意识的行为下，鬼婴反复寻找母体，又一次次被丢进缸子里。他们产生的怨气会被玉兰吸收，所以这村子里每一个人，甚至是每一个鬼，都在玉兰的算计之中。他这样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了报复。可是最开始明明就是他自己违反了村里的规定，害得大家没办法靠淘气挣钱了。时间过得太久，前因后果已经没必要追寻，反正现在你只需要解决它就可以了。其实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厉害，连陆大师都超度不了他，更何况我这个小菜鸡呢？周姨脑子里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你已触发新剧情，请帮助舒清音完成遗愿，否则不可离开陶家村。周姨瞪大了眼睛，她什么都没干，怎么就触发新剧情了？欲哭无泪的她看着舒奶奶：你叫舒清音吗？舒奶奶点点头。那有没有可能你有更大的心愿想要完成呢？要不你说出来，我们想办法尽力达成。虽然不知道周姨说话为什么突然变得这么奇怪，可是舒奶奶却坚持自己的愿望，就是要替陆元峰报仇。
而他的方式也很简单，就是彻底消灭玉兰。至于现在为什么选中了周怡，可能是因为他时间不多了吧。周怡现在就是赶鸭子上架，不得不帮助舒清音完成心愿了。就在周怡思考的时候，舒奶奶已经开始着手挖坟了。我没说不同意，你别刨坟啊！周怡伸手拦住舒奶奶。陆元丰死前给我留下了一个宝贝，说是驱邪的祖传之物。既然上天安排你去对付玉兰，那我就不能干看着。舒奶奶双手都是泥土，一边挖一边说。周怡一听有宝贝，两眼放光，也加入了刨坟的队伍。不过他对于逝者还是有些忌讳的，所以一边挖一边念叨着陆大师不要怪罪。本以为这泥土之下会是陆元丰腐烂的尸体，结果只有一套衣服和一把扇子而已。舒奶奶像是看穿了周怡的想法，郑重地拿出扇子交到他的手中，然后对他说道：陆元丰说没有成功超度玉兰是他的过错，让我帮他完成最后一个心愿，就是把骨灰撒到陶家村的每一个角落。他到死都想要护住陶家村，可惜陶家村的人根本就不记得曾经有这样一个捉鬼大师，到死都想要保护他们。周怡听完舒奶奶的话，瞬间感觉手中的扇子千斤重。他只是为了游戏币来到这里，可是陆大师却是为了世人，如此广大的胸怀，值得他叩首。陆大师，你放心，既然拿了你的扇子，我就一定会替你完成遗愿，还陶家村一片安宁。周怡把扇子放在石碑前面，然后重重地磕了3个响头。舒奶奶在一旁欣慰地笑了。接下来的时间，舒奶奶把陶家村的情况全部说了一遍，并且告诉周怡，只要找到存放玉兰尸体的缸子，打破以后玉兰就会现身。玉兰出现以后，至于如何解决它，那就是周怡的事了。那这扇子怎么用？陆大师只是告诉我这是个宝贝，可到底怎么用我是真的不清楚。那存放玉兰尸体的缸子在哪里？你知道吗？现在的村长就是玉兰的亲弟弟。周怡惊讶地瞪大了眼睛，难怪村长家里能够做到陶家村第一富。那村长晚上请周怡他们去后院参观工作室，看来是别有企图了。幸好周怡已经答应了要去。王源两人那么热心的想要周怡他们3个去后院，极有可能已经跟村长狼狈为奸了。村长是为了给鬼婴找母体，那王源他们又图什么呢？周怡感觉在陶家村动脑子的次数远远超过了在死亡地铁上面，他现在需要时间好好捋一捋。跟舒奶奶告别之后，他把扇子藏在裙子的口袋里面，然后回到住处。他要先去了解一下这个新剧情是指针对他自己还是大家都有，这个问题对他来说非常重要。回到住处，卞小云等得发困，靠在墙头已经睡着了。周怡偷偷看了一眼赵可的房间，发现他裹着被子也睡得很熟。从他们睡得这么香的姿势来看，多半是没有接收到新剧情的提示。看到他俩这个样子，周怡就彻底把心放在肚子里了。周怡，你们醒了吗？天快黑了。周怡揉揉眼睛，扶着卞小云坐起来，然后去开门。距离约定的时间不早了，所以我想来看看你们准备好了没有。今天晚上你们别去了，我自己去就可以了。卞小云和赵可的反应如出一辙，都是满脸的不理解。从他们这个反应来看，周怡更加确定触发新剧情的只有自己。他看了一眼赵可，然后还是善心大于了疑心。这只是我的建议，如果你们想去，我也不可能拦着。但是我在这里非常认真的建议，能不去就不去。后院有意想不到的危险存在，我就不去了。我愿意一起去，就算有危险，我也有自保的能力，而且还可以在危机时刻帮助周怡。周怡才不相信赵可会帮自己，只要不在背后下黑手，他就烧高香了。行，既然你想去，那一会儿我们就出发。赵可表情立马就不一样了，然后非常识趣的离开房间，说是要回屋收拾一下。他出去以后，周怡紧接着就轻轻关上门。出事了。周怡点点头，然后开始找自己的机票。机票上面的信息依然没有变化。周怡又查看了卞小云的，也是一样。看来触发新剧情并不会改变机票。周怡不相信赵可，但是他相信卞小云，而且他还需要卞小云的隐身道具，所以就把自己在舒奶奶那里听到的所有消息都告诉了她。难怪你今晚不让我们去。等我们离开以后，你马上去舒奶奶家里。虽然我不知道她有什么办法，可是在她家里的确能够抵御鬼婴。你怀着孩子更是鬼婴的第一目标，你最不适合去后院。卞小云当即点头，然后开始收拾东西准备去舒奶奶家。没等周一开口，卞小云就把头绳也拿给了他。头绳的隐身技能只剩下最后一次了，也许能在关键时刻护住周怡一命。发钗可以驱邪杀鬼，如果你遇到危险，肯定用得上。
卞小云本来不想接受，他知道周怡是个新手，本来就只有这一件道具，驱邪的道具在这种有鬼的地方是刚需，他不能这么自私。这是机缘巧合之下得到的驱邪宝贝。卞小云这才松口，但是他没有把发钗插在头上，这样做太明显了。反正只要道具在身上，它的作用就可以发挥出来，所以卞小云小心的把发钗藏在了衣服里面。时间过得很快，也许是预料到了今晚有大事发生，黑云很快就遮挡住了最后一缕阳光，冰冷的月光高高挂在天上。赵可迫不及待想要去村长家了，正打算敲门叫上周怡一起，结果就发现周怡和卞小云已经站在院子门口了。我们走吧。他真的不去？对于赵可的质疑，卞小云没有生气，她只是温柔地摸了摸自己的肚子。再多的游戏币都比不上我孩子的安全，所以我不会去冒险。没有游戏币，你自己活下去都难，更何况是肚子里的孩子。赵可显然是把游戏币当成了自己最需要的东西了。卞小云有些怀疑地看着赵可，对于卞小云的担忧，周怡很快就反应过来。时间马上就到了，周怡摸了一下口袋里的扇子，然后带着赵可离开了住处，走到村长家门口。王源和杨晓已经等了很久了。你们终于来了，那个孕妇怎么没来？难为王源黑乎乎的，就开始数有几个人了。周怡扯了扯嘴角，她说不太舒服，所以在房间休息。一个孕妇本来就是来这个打酱油的，来不来也不重要。赵可这话听着不好听，事实上却是在帮着周怡，赶紧打发了王源。行了行了，2个就2个吧。杨晓在一旁不耐烦地说。杨晓虽然说得很小声，但是周怡却听得清清楚楚。当下警铃大作，并且暗暗给赵可使眼色。杨晓也后知后觉自己说错话了，站在边上再也不说话了。王源生怕周怡他们察觉出不对劲，立马招呼着赵可，赶紧跟着他走。村长可说了，时间过了不等人，我们还是快点进去看看这陶家村到底有什么秘密吧。看着王源迫不及待想要送自己下地狱的样子，周怡眼底全是冷意。晚上的后院更是吓人。这时一束淡黄色的光打了过来，原来是村长从那个小黑屋里走出来迎接他们。你们终于来了。村长笑容满面，一看就知道不安好心。赵可已经偷偷拿上了自己的道具，从走到院子里开始，他就明白周怡下午不要他们过来的真正用意了。想到这里，赵可轻轻拉了拉周怡的手，用只有2个人可以听到的声音说：“注意安全。”周怡轻轻点头，和赵可并肩走在一起。村长已经推开了小黑屋的门。这里面就是外乡人都想知道的秘密，要不是家里有喜事，我是不可能放你们进来的，还不抓紧机会进来。周怡2个还是不动，王源就先主动走进去看了一眼，再招呼周怡他们进去。杨晓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挪到了周怡2人的后面，看样子今晚是必须要他们2个进去了。来者不善啊，没想到这么快就暴露真面目。既然大家都撕破了脸皮，他也就不藏着掖着了。周怡拿出自己的扇子，打开扇面扇了一下，那缠绕在身上的阴气立马就消失了。王源眼神隐晦，紧紧看着周怡手中的扇子。走吧，都来到这里了，不进去也不合适了。他们2人在村长3人的期待中踏进了屋子，这里面怨气冲天，阴气更盛。刚刚走进门，后背就被人猛地一推，然后就听到关门的声音。周怡，你们也别怪我，都是为了活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怎么，你是害怕我当鬼也不放过你吗？周怡冷笑。王源不出声了。村长接着说道：“不要跟他们废话，反正过了，今晚一切都成定局。”